禅宗专辑典籍读诵国语版，破音字、漏读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禅宗专辑所收经典一览表。9810禅宗专辑。禅宗专辑典籍读诵国语版附六史说，中国禅宗史附一附一。传大师所说，或解说为附大师所说。论文义，这不是道信自说，是在传弟子的传闻。传闻道信特重，守一不疑，与传说会可弘忍的守本真心禅风相合。五是中的知心体、知心用，为神秀五方便的前二门所本。道信特重，守一不疑，修法是这样的：大正851288上中。先当修身，审观以身为本。常观自身空净，如影，可见不可得。如眼见物时，眼中无有物；如镜照面相，镜中无一物。如此观察之，是谓观空寂。守一不疑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经常不动。其心欲驰散，即手还射来，如神系鸟足，欲飞还撤去。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这一守一不疑的方便，是先修身四大五音和合的总名的观身空净了魔一物可得，如影如镜像一样。六根对镜而不着物，是名观空寂。然后以此空净，空就是镜，眼注意看一物，终日看不已，只是摄心沉定，到达生空心寂的境地。一文断次第，是先看镜观空的了魔一物可得，然后摄空净心沉止。终于的定就发挥，着重于空净，应与道性的容摄般若有关。文体杂入大量的寄诵，与前后文体都不合，这是后人看镜然后看心的一流的禅观次第。第二段从若初学坐禅时起，到不得懈怠，努力止。次第方便为大正851288下1289上。直观身心，四大五音从本以来无所有，究竟寂灭，从本以来清净解脱。不问昼夜，行住坐卧，常作此观。依此行者，无不得入无生正理。复次，若心源意境觉起时，即观起处必竟不起。此心源生时，不从十方来，去一魔所致。常观攀缘，觉观妄识、思想、杂念、乱心不起，即得粗住。
若得住心，更无缘虑，即随分既定，即得随分习诸烦恼。这一方便，观一切法本来空寂，误入无生，与般若法门最为亲切。在本空的观心中，如心源意尽，那就反观这一念心毕竟不生，观心上一方便，从观生空净到摄心在定。这一方便是从观法本空到依观成定。第三段从初学坐禅看心起到即用神明推测指是初学者前方便。这里面有舍身法，意义不太明了，如大正85128-9上说，凡舍身之法，先定空空心，使心静寂静，住想玄寂，令心不移。心性既定，即断攀缘，杳杳冥冥，宁静心虚，则即薄田乎，泯然气静，住清净法身，不受后有。若起心失念，不免受身也。此事前定心静，法应如是，此事作法。舍身法者，即假想生横看，心静明的，即用神明推测。舍身法虽不大明确，但绝不是舍命，可能为一气小我，身为四大五因和的总名的修法。住想玄寂，宁静心虚，是构想一虚无杳冥的境界而安心。泯然气静，住清净法身，是修道出入习不起，约定静说，是四禅，而身超向外，真我独存。初修时，从假想生横看下手，是假想自己从身中超出。东山法门有这类修法，但出神只是初学方便而已，是做法。今附弘忍的禅法一则余下，以便参考，如人家师资记大正85128-9下1290上说，坐时平面端身正坐，宽放身心，净空寂远看一字。正后坐时状若旷野泽中，家像触独一高山，山上木的坐。四顾远看，无有边畔。坐时满世界，宽放身心，住佛境界。清净法身无有边畔，其状亦如是。依入道安心要方便而论，道性的禅法受过天台禅观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然坐禅等术语，为经论以来的习用语，倒未必是从天台家的来的。道性虽参学南方，受般若及天台的影响，但充分表现了独立的精神。道性不取天台教法的判别，连三指、三观以及圆顿、四谛不定的禅观名目都没有引用，却在人家禅的传统上结合了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而致力念佛心是佛、静心是佛的禅门。道性也还是即教悟宗依教名禅的，如依人家及文殊说般若而致力方便及五事皆依经文所成。至于教外别传，还要等弘忍门下出来倡导呢。第三节弘忍东山法门，弘忍传继承道性法统的，公认弘忍为五祖。现存的弘忍传记
最早的是传法宝记、人家师资记、大正851-289中下，其次是神会语录、石井本与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2中下，还有宋代篆述的宋高僧传，此下简称宋僧传卷8，弘忍传大正50754上中传灯录卷3，大正51222下223上等。弘忍俗姓周，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人，原籍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县。去世的时间有咸亨5年674说，上元2年675说，相差1年，现在且取上元2年说。弘忍生年74岁，所以是生于隋仁寿2年602的。弘忍比道信只小了23岁。传法宝记说，弘忍年12世姓禅师。人家师资记说，7岁奉侍道信禅师。宋僧传用此说。弘忍7岁608，道信29岁，那时正在吉州，自己出家也还不久呢。弘忍12岁613，道信34岁，正在庐山大林寺住，原籍浔阳的弘忍，这时候来从道信出家是更有可能的。弘忍一直追随道信，承受双峰的禅法。道信去世651，弘忍又在双峰山东10里的平木山建立寺院，接引四方的学众。弘忍的在山弘化，与道信一样的足不下山，也有不应高宗征召的传说。临终前也预先造塔，死后也色身不散，一直流传下来。东山法门，东山从弘忍所住的平木山的名。道信619请651，弘忍652、675，同在黄梅弘化，禅门大大的兴隆起来，尤其是弘忍的时代。如传法宝记说，既受父主，令忘所归，居具奏门，日增其倍。10余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18九，自东夏禅将传话，乃莫之过。弘忍在东山的名望掩盖了双峰。净觉著《般若蜜多罗心经》李之非略序说，齐州东山道信禅师远近咸称东山法门。其实东山法门一词起于弘忍的时代。弘忍、东山法门形成中国的禅学主流，在佛教界有崇高的威望。如720请作人家师资记说，则天曰：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大正851-290中。李华卒于大历初766请传，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说，天台只观是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全唐文卷320。这当然由于弘忍的善巧化导及法门大起、根基不择的普遍传授所致。东山法门也称东山宗，弘忍时代的禅门隆盛，引起了独树一宗、独得如来正法的信念。法统的承传被重视了，689座，唐中岳沙门是法如禅师形状，简称
法如形状，经时续编卷6说，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少龙此宗，入位传可传灿，灿传信，信传忍。章说708请坐，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名并序，简称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231说，自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即名众机，相承无光。达摩以来5代相承，为中原的弘忍门下所公认，那时慧能还在岭南弘化呢。5代的法统相承，决定是东山的陈说。2.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遁入法界的，以心传心的达摩禅，也被明确地提出来，如法如形状，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为义相传。斯人不可以名部分，别有宗名矣。今为以义法，能令圣凡同入决定。众皆屈身必请，变得本心。施以一应之法，密应于众义。世界不现，则是法界。此法如空中月影，出现应度者心。大通禅师碑，名相入焉妙本乖，言说出焉真宗隐，故如来有意传妙道，力持至德，万劫而遥复法印，一念而顿受佛身。传法宝记，若非得无上乘，传乎心地，其孰能入真境界哉？师资开道，皆善以方便，取正于心。若夫超物相成者，既得之于心，则魔所容身矣，何言与文字错其间哉？密以方便开发，其方便开发，皆师资密用，故魔所行言，顿令其心直入法界。大师之堪入道，乃方便开示，即时其心入法界。天竺达摩牵肠导迷，习其言语，离其经论。弘忍于675年去世。法如于垂拱2年686开法，永昌元年689去世。接着神秀开法，卒于神龙2年706。在这期8世纪间，弘忍门下北方的禅法充分表现出不立文字、遁入传心的禅宗特色。自弘忍的普遍传授以来，东山法门的优越性被佛教界发现了，东山成为当时的修道中心。门下人才济济，达摩禅、东山法门独拔于一切的优越性被重视、强化而表现出来。习其言语，离其经论，天竺相承，本无文字，是不立文字。别有宗名矣，正是教外别传的自觉。直入法界，屈身必请，变得本心，是遁入顿悟。一传妙道，为义相传，传乎心地，就是以心传心。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在东山法门的优越感中被特别重视而揭示出来。事实是，禅法原是应机的，不随便传授的。但禅师们也有一般的开导方便，或授以初学方便。如认为法器成熟，可以入道的，才授以身法。
佛与禅师们都是有此方便与身法的，达摩禅也不会例外。二入四行，入到安心要方便主体部分的开示，当时虽意在超悟，但一落文句，不免事实所不免的与一般的教授相近，这是一。达摩禅即教悟宗与经教是不相违的，但专为念会，不在话言。妄言妄念，无的正观位宗，领宗得意者，实有误入。不著名相而意在超悟，原是达摩禅的特色，这是二。弘忍的东山法门，继承道性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重视达摩禅的领宗得意，所以当时传禅的情形，如传法宝记所说，即忍如大通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速念佛名，令静心，密来自成，当理语法。由地位密重，曾不昌言，倘非其人，莫亏其傲。当时不择根基的普遍传授是念佛名，令静心，正是道性，入道安心要方便的法门，但还是一般的。如学者而觉得有所领会，就秘密地向师长陈白自己的见地，请求印证。师长如认为他契当于正理，就进一步的语法。这一传授是师资间秘密进行，而不向外人说的。这一语法就表示为不立文字遁入一传达摩禅的真意所在。东山法门的身法传授被形容为弘忍祖师莫变先机，即受其道，开佛密意，遁入一尘。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以这样的一传遁入为达摩禅的真实，是东山门下一部分学者所肯认的事实。修心要论，顿黄本导凡去圣悟解脱宗，或作凡去圣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论一卷有好几个本子，伯希和本3559号题其周忍和尚，续藏与大正藏本题为最上乘论，也作第5组弘忍大师述。这部论是被传说为与弘忍有关的。宗镜录卷97说5组忍大师云，欲知法要，心是12部经之根本，大正48940上正与论文相合。但人家师资记大正851289中说，忍大师萧然静，原作静作不出文记，口说玄理，莫授于人。在人间有禅法一本，云是忍禅师说者，六言也。净觉是弘忍在传，不承认忍禅师说，也许就是这部论。近人发现人家师资记慧可所说部分与这部论的一部分相近，资更比对如下。人家师记修心要论，略说修道明心要法，直登佛果。十的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十的论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众云覆障，众生不见。
为五阴众云所覆。若逢至风飘荡，五阴众云灭尽，佛性圆照，焕然明净。亦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亦如是，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又以朗日未间云雾，八方俱起，日光起的明净。欲譬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日光不坏，只为云雾障覆。一切众阴暗，日起烂也，何故无光？答曰：日生清净性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光不坏，只为云雾所以应。一切众生轻诸见烦恼重云，复障圣道，不能显尽之心，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诸见了。若妄念不生，默然静坐，大灭众云所覆。但能于然守心，妄念不生，盘日自然明净，涅盘法日自然显现。学人依文字语言未道者，如风中无明心中学的者，终是无用。若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若静坐无事，能了然不失正念，无为心中学的如密室中灯，则能破暗，照物分明者，此是真学。若了心源清净，一切愿足；一切若了心源者，一切心亦穷，一切愿行满，一切皆变，不受后有。足一切行满，皆办，不受后有。若精诚不内发，三世中纵直恒沙。经云：众生若精诚不内发者，于三诸佛无所为。是知众生实心自度，界中纵直恒沙诸佛，魔所能为。今佛不度众生。佛若能度众生，过去逢云：众生实心自度，佛不能度众生。无量恒沙诸佛，何故我等不成佛？只若佛度众生者，过去诸佛恒沙无量，是精诚不内发，口说的，心不得，终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为精诚不内发，不免逐业受刑，是故沉没苦海。人家师资记中传为慧可所说部分，一定是先出的，为修心要论所依据。如修心要论，就是略说修道明心要法的简称。在传为慧可所说中，全文是次第连贯的，上引文略删数句。而在修心要论中，虽先后的次第相合，却分散的编在各处。又如对论文字语言味道与静坐，举登喻来说明，出于大智度论大正25180下，而修心要论却改为无明心中学、无为心中学，多一层禅语的色彩。传为慧可所说的略说修道明心要法，实是达摩、理入说生性含生同一真性，但为课程妄复，不能显了的说明。理入的凝住闭关，坚住不移，就是于或作凝然守心及修心要论的守本真心了。修心要论及附记中说，上来及此论者，只以信心依文取义作如是说，实非了了正知。导凡去圣心觉，出菩提达摩，以此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大师弘忍，
弘忍传法如，法如传弟子道秀等。是道信有度正轮作碑文。此文忍师弟子取所闻而传。全文明明不是弘忍说的，也不会是慧可。从忍师弟子取所闻传而论，传为慧可所说的，倒可能是弘忍所说，再由弘忍后人扩充改编而成。这部《修心要论》代表东山门下观心的一流。《修心要论》的主题是：夫修道之体，自识当身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圣念十方诸佛。修道要自识本来清净的心性，与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先知心之根源相合。劝人努力会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自然与佛平等不二。论中极力赞叹守本真心，说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12部经之宗，3世诸佛之祖。全文的重点就是守一，守本真心，守本净心。修心要论及其前身，略说修道明心要法，没有说念佛看经。在东山法门中，代表人家就传而着重于观心的。略说修道明心要法，曾说到，若了心源清净，解思举1000从。这与入道安心要方便所引智敏禅师说先知心之根源，一解千从，一迷万惑相合。入道安心要方便引智敏禅师说观无量寿经，说略举5事，传大师独举守一不疑，守一不疑就是守本真心的依据。修心要论的观心说近于杂录部分的第2段说，修心要论的初学观心方便，依无量寿观经，端坐正身，闭目合口，心前平观，或坐是随意远近，作1日想守之。与传为神秀所说的若出心人攀缘多，且向心中看一字相近。论中有一段观心方便所说即分明，说到诚应作真意看心，最足以代表看心派的修法。如说会是信心具足，至圆作，至愿成就，缓缓静心，更重教汝，好自娴静身心，一切魔所攀缘，端坐正身，令气息掉，真其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好好如如，稳看熟视，或坐看则了，缘物作，乃见此时流动，犹如水流扬雁，夜夜或坐，夜夜不住。即见此时为是不内不外，缓缓稳看熟视，即反复消融，虚凝暂住。其此流动之时，飒然自灭。灭此时者，乃是灭时的菩萨众中障惑。此时灭已，其心虚凝，盘礴皎洁，无更不能说其形状。从道信到弘忍而树立起来的东山法门，大海一样的兼收并蓄，绝不是但以守本真心为法门的。应从
入道安心要方便，主体部分道杂录部分略说修道明心要法道修心要论，更应从东山门下的不同禅门去理会出来。在禅门方便上，大禅师能以多种方便教人，可以看出旧传与新说的融合而又各有所重。能家诸佛心与文殊说般若一行三昧相统一，成立念佛心是佛，即心是佛，心净成佛，成为双峰与东山法门的标志。在方便上着重于文殊说般若经的是念佛的，看尽空无一物的着重于能家经的是看心的。从略说修道明心要法到修心要论，代表能家旧传的特质。这可说是弘忍所传，也不妨说慧可说的。看心、看境二大流，还不能包括慧能的禅门。慧能是专重文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的一流。这一切第4章在为叙述弘忍的10大弟子。弘忍的东山法门，弟子遍大江南北，有10大弟子的传说。10弟子的传说不一，这里面可看出一代一人与多头弘化说的对立。在现存文记中，10弟子的传说以能家师资记为最早，如大正85128-9下说，时荆州神秀禅师福音高远，亲受父主。玄则以咸亨元年至双峰山，功成教诲，感奉持区。如无一生教人无数，好者病亡，后传无道者，只可食耳。我与神秀论能家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资州至深，白松山流竹部，兼有文信。华原作深周会藏，随周玄曰，亦不见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慧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越州一方人便讲说，又与玄则曰，汝之坚行，善自保爱，无涅盘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会，心灯重照。能家师资记的作者净觉是玄则的弟子。能家师资记大体是继承玄则所作的能家人法志的。在这段文中，首先提出了神秀与玄则二人。那时神秀早是两经法主、三地门师，在经络一带，事实上成为5祖的副主者，也就是被推为6祖了。与神秀同门的玄则，在神秀去世706后，景隆2年708被召入京，不愿接受这一事实，所以提出二人，末了又主玄则与神秀，当以佛日再会，心灯重照，也就是玄则自认为与神秀同负禅门副主的重任。10弟子说，因为当时分头弘化者的一般传说。能家人法志说，传无道者，只可食耳。可是从神秀道一方已满10人，而玄则却不在10人之内。虽说传无道者，只可食耳，而实际共11人。
玄则是功成教诲，感奉持区，汝之兼行，善自保爱。玄则是不愿与时人并列的。这是十弟子说与青城副主说间的矛盾。属于曹溪系统的历代法宝记也一再地提到十弟子，如大正51182上中183下说：一无一生教人无数，除慧能与有时耳。神秀师、智深师、智德师、玄则、圆祚、济师、老安师、法如师、慧藏师、玄约师、流主、圆祚、王部，虽不离无左右，汝各一方师也。二忍圆祚乎大师当在黄梅平茂山日，广开法门，接引群品。当此之时，学道者千万余人，其中轻使不离忍大师左右者，唯有10人，并是升堂入室。智深、神秀、玄则、圆祚、济、一方、智德、慧藏、法如、老安、玄约、流主部等，并进士当官、领袖、盖国名僧。忽有新州人，俗姓卢，名慧能，莫患复法，即与所传信袈裟。历代法宝记第一说的文句，显然是参考楞伽人法志及楞伽师资记的。除了慧能，虽说与有10人，而实际却仅有9人，没有越州一方。从楞伽师资记去看，从神秀到智德9人，总结说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又插入一方，说他人便讲说也不像禅师。除却一方，加上玄则在内，不正是传无道者，只可识耳吗？原始的十弟子说神秀、玄则、慧能都是应该在内的。楞伽师资记的作者高推玄则，这才加入一方，而使玄则隐然地在10人以外。然而这样就与传无道者，只可识耳相矛盾了。历代法宝记的第2说，直说10人并是登堂入室，而依法却赋予慧能。这是一代一人与分头并红说的结合。十弟子说北方玄则系，隐然以玄则为10人以外的。曹溪门下当然慧能在10人以外了。这一传说，宗密所传的又有些变化，但始终是10人。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7说：忍大师广开教法，学徒千万，于中9在左右，升堂入室者，即荆州神秀、潞州法如、襄州通、淄州智深、越州一方、华州慧藏、齐州显、扬州觉、嵩山老安，并是一方领袖和国名僧。后有岭南新州奴行者，遂受密语，复以法医。其神秀等10人，虽政务未彻，大师许云，各堪为一方之师。宗密所说，显然是参考历代法宝记第2说。虽说神秀等10人，而只列举了9人，没有玄则、玄约、智德、流主部，却另外增入襄州通、齐州显、扬州觉3人。宗密又在所作《师资承习图》中，以慧能继5祖而居中位。
右方列襄州通、潞州法如、北方神秀、越州一方4人，左方列叶州法、资州申、江宁、元作、江州宁、池、老安、扬州觉5人。这是除去了华州会藏，而原觉经书抄的荆州县也被除去，新加入江宁池及牛头4祖法池。宗密的传说是以慧能为正统的，虽说神秀等10人各堪为一方之师，而实际仅有9人。这与历代法宝记的第一说有慧能在内，一共10人的古义相合。宗密所传的人名与古说不同，或是依据后代师资相承而自成一系者来说。至于弘忍所说的传无道者，只可识耳，原意应该是荆州神秀、潞州法如、安州玄寂、资州智深、华州会藏、随州玄约、嵩山老安、扬州高丽僧、智德、白松山刘主部、韶州慧能分头并弘者的传说。第3章牛头宗之兴起。第1节什么是南宗？620-675年，道信与弘忍在长江中流黄梅县的双峰与东山，努力发扬从天竺东来的达摩禅，非常隆盛，形成当代的禅学中心。那个时候，长江下游的润州牛头山、推东下之达摩的法融未出祖的禅学牛头宗也迅速发展起来，与东山宗相对立。在中国禅宗的发展过程中，牛头禅的兴起，从对立到融合，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南宗的意义，说明东山与牛头的2宗对立，想从禅宗被称为南宗说起。南宗是什么意义？为什么后来称禅宗为南宗呢？据《坛经》大正48342上中说，世人尽传南宗能、北宗、秀谓之根本是由。且秀禅师于南京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时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35里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仍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这是说，因南能北秀的分头弘化，才有南宗与北宗的名称。这一解说，从南宗与北宗的对抗来说，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如神会732在华台召开大会，为天下学道者定其是非时，神会集288说，天下学道者好此2大师为南能北秀，天下之闻。因此号遂有南北2宗。然在南能北秀以前，南宗实早已存在。那南宗是什么呢？一、南印度传来的宗旨，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88说，何故不许普济禅师称为南宗？普济禅师实是玉泉学徒，时不到韶州，今口妄称南宗，所以不许。普济是神秀弟子，自称为南宗，可见南宗一词本与南能北秀无关。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这一论名，不正是说明了菩提达摩所传就是南宗吗？
所以神会以慧能所传为南宗，只是以当时地理上的对立，以慧能为南宗正统，这才相对的称神秀一系为北宗。神秀系本来也是南宗，但在南能北秀的对立下，也就渐渐地被公认为北宗了。净觉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皇嗣从钵中散大夫行经州长史领之飞略序，约开元15年727作，说古禅训曰：宋太祖之时，求那跋陀罗三藏禅师以人家传灯，起自南天竺国，名曰南宗。次传菩提达摩禅师，次传可禅师。4卷人家经起自南天竺国，所以名为南宗。南天竺一成宗，南宗是人家禅学，如《续僧传》卷25法冲传大正50666中说。又欲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成宗讲之，有的百变。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达摩禅师传之南北，妄言妄念，无的正观位宗。依此可见，求那跋陀罗译人家经4卷，菩提达摩传于南北。这一人家中心的传承法统，是人家人法志、人家师资记所说，而实是本于古禅训的。人家师资记说菩提达摩师又为作禅众，是人家要义一卷，有12、3指，文理圆净，天下流通。大正851-285中，所以菩提达摩以4卷人家印心传出的禅法，是被称为南天竺一成宗或南宗的。此外，南印度传来的般若经论也是被称为南宗的，如真元心定释教目录卷14吕相传743拔日罗菩提金刚智传大正55875中说，年20受具戒，6年学大小乘律，又学南宗般若灯论、百论、12门论。金刚智在印度时学南宗3论、般若灯论是中论注释的一种。宋僧传卷8从神秀学习禅法的具方与降魔藏，起初都曾讲南宗论，大正50759中760上。3论在印度与中国都被称为南宗论，也与南印度有关。龙树是南印度焦萨罗国人，提婆是狮子国金锡兰人。6、7世纪时传承龙树学的佛护是南印度达婆罗人，清辩是南印度摩罗耶人，月称是南印度萨曼多人，这3位都有中论的注释。般若宗义的传扬者几乎都是南印度人，这是3论般若学被称为南宗论的理由。2、中国南方的佛学，中国从东晋以来317、588政治上南北对立了271年，在政局的长期对立中，佛教也形成南方、北方的种种差别，例如高僧传卷8僧宗传大正50380上说，北土法师谈准闻僧宗特善涅盘，乃南游观听。
既南北情异，思不相参，准乃别更讲说，多为北土所施。同样的经法，由于思想方式不同而见解不同。从南北朝到隋唐，中国佛教有了南统与北统，也就是南宗与北宗的差别。如今西的《法华玄义释签》卷19大正33951上说，南为南朝，即今江之南；北为北朝，河北也。南宗出红尘时，后上三论。近代相传，以天台一指为南宗者非也。今时言北宗者，为俱舍为实。南方近代亦无偏弘。其中诸师所用意义，若凭三论，则应判为南宗。今西湛然是711、7820人。这是以南北朝的佛学分为南宗与北宗。湛然以天台位不属于南北，但神清810前后簇北山路大正5258以上说，南宗焉以空假中为三观，北宗焉以遍计依他缘成为三性也。而华严以体性、德相、业用、范围三界，得其门，统于南北，其有止乎诸长矣。神清是敬重宗学者而赞同华严宗的。依他说，天台三观还是南宗，显首宗才是南宗北宗的统一者。以南土的为南宗，北土的为北宗。唐代的统一者，不属南北，纯属中国的区域文化，有它的相当意义。禅宗的所以称为南宗，有源于南印度的特殊意义。在楞伽禅的传承中，道性统一了，楞伽与般若传布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及岭南。而更富有中国南宗的特性。东山门下的慧能，慧能门下的洪州、石头，更发扬了南宗的特色，也就取得了南宗正统的地位。南宗与南中国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含有不同的两大倾向，其实到处都有。而又互相关涉，这里就其特重来说，在南北文化中表现出来。古代的儒墨与老庄就代表了这两大倾向。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宋国蒙县人，在当时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属于南方。中华文化不断的扩大，于是江淮、江东、闽粤都逐渐显示了这一文化的特性，因地、因时也不会完全相同。代表南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大概的说，面对现实的、人为的、繁琐的、局限的世界，倾向于理想的、自然的、简易的、无限的，这不妨称之为超越的倾向。江南的佛教，尤其是发展于南方的南宗禅，更富于这种色彩。人类是社会的，有制度，有礼法，有习俗。有些会使你感到拘束，或觉得不合时宜而想摆脱它。佛教从印度来，有严密的僧团制度，有种种习惯。竺道生对这些制度、习惯就显出不受拘束的精神。高僧传卷7，竺道生传，大正50366下说，宋、
太祖社会，帝亲同众欲于的言。夏时良久，众咸一日晚。帝曰：始可终耳。申曰：白日立天，天言时中，何得非中？遂取钵簸食，一众从之。中时，过午不食。印度所传的僧制是严格奉行的，道生不重视这种制度，这才运用时机，善巧地破坏了这一制度。还有，印度僧众吃饭时是具座器座的。当时知还寺僧有的具座，也有中国式的方座。范伯伦等希望全部中国化，一律方座。对于这一问题，洪明集卷1-2说：慧言道生本自不弃，大正5278下也就从来是方座的。这种不受旧制的拘束，务求适宜的精神，正是南方的精神。如是个人主义的，那就表现为灭气礼法。佛教有集体生活的传统，可以不受旧制的拘束，却不能没有制度，这就成为革新者。禅者近于这一倾向，律师都尊重旧制，如《续僧传》卷2。大正50596中说：是有定学，妄传封教。神用媒于辞令，定相辅于唇吻。排小舍大，独见一家。社稷住持，居然乖僻。不合小臣，又不合大臣，自成一套的禅寺制度，在道宣以前早就存在了。后来百丈别立，禅门归士，自称非局大小臣，不离大小臣，大正5125以上，自成一套丛林制度。这是表现于对制度的不受拘束，务求适宜的精神。印度的大众部及大乘佛教都有这种倾向。人类社会意见的表达与流传，主要是语言与文字。在印度，佛与诸大弟子的开示集成经典而流传翻译过来。古圣先贤传来的经文，佛说依义不依语。语言与文字是表意的工具，而实意却不在语文中。文句或意味机正与中国所说全题的题一样。这一义悉原是佛法的通义，但在南中国文化的陶冶中，充分的多方面的表达了这一倾向。原则的说，这是不拘章句的，不死于句斗，训诂的，与经师不同，然也有三类不同：仪之顿、366促与道生434促为代表的《高僧传》卷4知道灵传大正50348中说，每至讲寺，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疑，实为守文者所漏。谢安闻而善之曰：此九方音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道生也是这一类的人，如《高僧传》卷7逐道生传大正50366下说，生既前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相以静意，得意则相忘，言以全理，入理则言习。自经典东流，一人众祖，多守志文，先见原意。若忘全取于，始可语言道矣。守文之徒，多生咸集，语夺之深，
纷然尽起。知顿与竺道生都是不拘章句的，领会言外之意，所以能发明新意。他们的风格与当时的清谈者相近，立言重清新，重隽永。如拿画家来说，这是写意的一流。三论家、天台家为代表。三论是般若学，不置文句而意在实义，是当然的事。自从辽东朗大师南来，在江南新园地上迅速地发达起来，成为隋及唐初代的显学。三论家对经教文句的见解，如《中观论书》卷1大正427下10下说：新黄朗诗云：夫是化无方，陶有非一。考圣心以其病为主，原教义以开道为宗。若因开以受物，即圣教谓之开。由何而受道，则圣教谓之和。如其两效，并未甘露，必也双迷，俱成毒药。岂可偏守一途以庸多门者哉？自舍领、新黄、隋经谤论，破病显道，是此八部，变文一体，方言甚多。又卷2大正4227下32上说：人未学三论，以怀数论之解，今听三论，又作解以安于心。既同安于心，即具是有所得，与就合意。又过胜他人，所以然者，其既得数论就解，今复得三论心智，即更加一见。诗云：此是足载耳。可谓学弥广，道弥多。而经论意在习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又习之以至于无习矣。云何一向作无所得观耶？答：考寻圣人心事，诸所施未显中道，令因中发观，灭诸烦恼。若存着语言，伤佛意也。又百年之寿，朝暮非奢，以存道未及。而乃及其所缓，缓其所及，岂非一行之自悟耶？三论宗以为，佛说一切法门，是适应不同的根基。根基不同，所以不能固执一边。因此，自己说法或解说经论，也就没有固定形式，变文一体，方言甚多，就是这个意思。佛说法的真意义，存在于众生的关系上，众生能因之而习并开，显中道，否则甘露也等于毒药。譬喻出于大般涅盘经，也就不成为佛法了。即使是修学三论，如不能习并显道，也只是心中多一层法执。所以三论宗破而不立，等于说但尽凡情，别无甚解，有什么定法可说呢？这是佛法的意趣教义，不但三论，天台家也还是这样说的。然对于从古传来的经论，都是应机的、有效的，总不能废弃了而自来一套。三论宗阐明了一切法的平等意趣，各有特长，各有不足，活泼泼的当机而应用就得。所以说，上明诸法之实相，下通无方之妙用。天台宗有北学的成分，更有建设性，窥透了一切佛法应机的浅深，
从义理上、修法上调理成严密的教判法的分类。然而严密的教观并不拘滞，还是灵活的、圆通的，通一切经法而不着。天台与三论承常于江东的佛法，是这样灵活地处理了一切言教。3. 慧可与法冲为代表的菩提达摩传于慧可。慧可有印度、南宗的特色，如《续僧传》卷16僧可传大正50552上说，可乃奋其变，成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亦非见利，玄极狭览，未使精心。至文之徒，是非分歧。法冲传也说，慧可禅师创的网友，魏晋文学多不耻之。大正50666中，为文学者所不耻，就是为守文者所不满。禅者不是不说，而是言满天下，亦非见利。一切言说不是肯定的是什么，而是应病语要。玄极狭览，未使精心，就是通览经典，并没有存在心理增添之见。这些原则都与三论宗相近，但三论宗倾向于教，而成对一切教的善巧说法。慧可崇于禅悟，所以不重章句而超越章句。自称南天竺一乘宗的法冲，是一位能加经专家，他的讲经方式也近于三论宗，如《续僧传》卷25法冲传大正50666中说，冲公自从经术，专以能加命加，前后敷红，将200遍，须变未已，曾未设文，而通变是缘，既是陶釉，得意如一，随言变异。法冲是多少倾向于讲说的能加禅者，也是不拘章句的。他本从三论学者会好修学，所以风格更近于三论者。南方的精神倾向于简易、朴实、自然，在魏晋的玄学气氛下，倾向于简略，如《出三藏记集》卷10大智论超记序大正5576中说，同受以此，大智度，论深广，难促经究。因方言一审，故约本以为100卷。既所遗落，待过参备。而文藻之事，有以为繁，闲类余薄，罕记其实。仅与痛指诸僧，共别传以为集要，凡20卷。同受亦为100卷，已经遗失1/3了。中国学者还嫌他太广博，慧远这才要约为20卷，那是不足1/10了。玄学清谈者，大都有好简易的倾向。然而佛法，一切经律论，正如万鹤朝宗那样的流向中国。知顿道深的精神，不合时宜，还不能领导佛教。广义佛典而分判部类的，由慧观的50教开始，这一发展到天台家而完成。玄学清谈是南方精神而透过贵族与名士的意境而表现出来，所以简易而不够朴实，充满了虚玄、逸乐，也许是山水之乐的气息。南朝佛教也不免沾染这些气息，玄谈有余，实行不足。
到了隋唐统一，江东不再是政治文化中心，贵族也消失得差不多了。较朴质而求实际的禅风才在江东兴盛起来。牛头禅第二节，牛头宗成立的意义。江东所传的文殊般若使道性的人家禅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江东的禅学以润州牛头山为中心而勃兴起来，对于称为南宗的曹溪门下意义更为重大。牛头六祖的传承，牛头宗的传承一向说是四祖道信傅法融别出牛头一派，法融为牛头出祖，以下是智严、慧方、法持、智威、慧忠。经近代的研究，对道信与法融、法融与智严、智严与慧方是否有师资授受的关系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以为法持从弘忍修学开始与达摩禅发生关系，其实也还值得研究。一、牛头出祖法融，或作慧融道宣续僧传卷20附编，法融传采录当时的传闻，极为详备，大正50603下605中。一、僧传说，法融在19岁612时，从茅山今江苏句容县三论之将迥法师出家。据唐慧祥的《弘赞法华传》卷3说，一毛原悟作地山丰乐寺大明法师听三论及华严、大品、大集、维摩、法华等诸经，大正5118下。迥法师就是明法师，是继承新皇法朗的三论宗大师。名与名可以通用，如朱明又作朱明，玄明又作玄明。迥大抵为明字的脱落误写而成的。武德7年624，政府解散部分的僧众。法融为了护持佛教，将表5000僧的安全，到京都去请愿。约在这个时候，法融就移驻牛头山，今江苏江宁县佛窟寺。寺有内外经书7藏，法融在8年中遍读超越，然后移居幽栖寺。法融以为会文字的发乱宗，定开心府，所以明兴淹没，前后达20年。贞观17年，法融50岁了，才在幽栖寺的北檐下别立禅室。跟从他习习禅的100多人，经常为大众讲《法华经》等。永徽3年652，受当地宰官的礼请，在建初寺在今南京讲《大品经》，听众1000多人，是当时稀有的法会。睦州妖女陈硕真作乱，法融的禅室中住了300多众，生活非常艰困。法融每天去城里乞粮，自己背负回来，经过100多天，乱世才平息下来。法融护法的热忱，用心的慈悲，非常难得。显庆元年656，在受请出山，在建初寺讲经。2年657， 2月去世，年64。从法融的修学与弘化来说，是一位禅教并重，更重于禅悟的学者。法融与道宣同时，但在道宣的记录中，
并没有道姓父法与法融的事。在现存文记中，最早传说到性别传法融的是李华所传《论周鹤龄四顾径山大师碑铭》全唐文卷320，如说：初达摩祖师传法三世，智信大师。姓门人达者，曰荣大师，居牛头山的自然智慧。姓大师就而正之，且曰七佛教界诸三昧门，与有差别，亦无差别。群生根器，各个不同，唯最上乘，摄而归一。凉风既至，百十皆成。汝能总持，无亦随喜。由此无上觉路，分为此宗。荣大师讲法则金莲东夫，顿悉而灵全满意。东夷西域的神族者，复会听焉。荣寿延大师、延寿方大师、方寿持大师、持寿威大师，凡7是矣。故径山大师指鹤龄玄肃，天宝11年752去世。道姓传法与法融的传说，在法融去世656-100年才见于文记。道姓什么时候传法给法融呢？刘禹锡772-842传牛头山第一祖荣大师新塔记说，贞观中双峰道姓过江望牛头，顿悉曰：此山有道气，已有得之者。乃东果与荣大师相遇，全唐文卷606，传灯录卷4，法融传同。祖堂集法融传作武德7年秋。传灯录卷3，道姓传也说无武德中游庐山，与卷4法融传矛盾。如一祖堂集，道姓见法融是武德7年624，那是还没有去黄梅的时候。一刘禹锡碑是贞观中，道姓又过江去江东一趟。然武德7年，江东的僧众遭难，法融正去长安。如是贞观中，法融于贞观17年643才移驻幽栖寺北岩下。那时来依止修订的达100多人，也与传灯录所说个人独修的懒容不合。2智言续僧传卷20附编有智言传大正50602上下。隋末唐初曾升任军帅，立有军功。武德4年621，在舒州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西），从宝月禅师出家，一直在山中修道。贞观17年643年66岁，才到建业（今南京）来，依山结草庵，会众100余人，随机说法，常在白马寺住。后来又往石头城立人房，为病人说法服务。永徽5年654去世，年78岁。续僧传没有说到智言到牛头山去，没有说到与法融的任何关系。智言到建业，依山结草，正是法融在幽栖寺北岩下别立禅室那一年，贞观17年。与法融共住的100有余人，而与智言共住的也是僧众100有余人，这是两地同时施化的。贞观17年，
法融50岁，智严已66岁。虽然禅法的传授不限年龄的大小，但智严永徽5年654去世，比法融657还早了3年。从继位弘扬的意义来说，智严继法融而称二祖是很难想象的。传灯录编者也许发觉到这点，所以改为智严于仪凤2年677正月10日逝灭。这也许有师资传承的可能，但这么一改，完全陷于矛盾了。传灯录所传智严的事实是依续僧传的，也说唐武德中年40，出家年78。如武德年中年40，那仪凤2年至少是90岁以上，怎么还是78岁呢？而且道宣卒于干丰2年667，智严死了，道宣已为他作传，怎么能活到仪凤2年呢？传灯录的改篡是不足采信的。3. 慧方续僧传与宋僧传都没有慧方传，仅宋僧传卷8法持传大正50757下说道：法持后归青山，重视方禅师，更名宗籍，命其入室传灯记名。传灯录卷4慧方传大正51228下为慧方的唯一资料。1. 传灯录慧方在没有到牛头山、青山以前就洞明经论，后来入牛头山叶岩禅师咨询密要，在山中住不到10年，就受四方学众的参礼，后来以正法赴法持禅师，遂归茅山。数年后去世，时为天策2年695，寿67，腊40。慧方受具是656年，28岁。那时智严禅师已死去2年了。慧方后来去牛头山从智严受法也是不可能的。慧方洞明经论晚年归茅山，看来也是与三论宗有关的禅师。4. 法持宋僧传卷8大正50757下传灯录卷4大正51228下都有传记，内容一致。法持30岁664曾参礼黄眉弘忍，回来到青山、牛头山参礼方禅师，为方禅师的入室弟子。等到将正法付主了弟子智威，法持就出山住江宁的岩座寺。岩座寺与牛头山幽栖寺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智威后来也是出住岩座寺的。长安2年702去世，年68岁。法持的参礼黄眉宋僧传作13岁647，那时还是道信注释的时代，所以因为30岁的误写。法持被传说为弘忍10大弟子之一，如宋僧传卷8说，时黄眉谢元去世，为弟子玄则曰：后传无法者，可识人耳，金陵法持即其一也。弘忍告诉玄则的话，出于玄则弟子竟觉得能加师资记，但10人中没有法持。历代法宝记也有10弟子说，
与人家师资纪相合，也没有法持。宗密圆觉经大书抄卷3之下列举弘忍弟子，也没有法持。师资成其徒，才有江宁池、元悟作、江州宁池的名字。法持被传为弘忍10弟子之一，是宗密时代的事了。还有宋介诸编《净土往生传》卷中大正51119下120上说，持于净土以系余念，凡9年，抚养禁止，必资观想。无生之日，不能以净土开六群物，无死之后，可遗漏还松下，令诸禽兽食血肉者起净土因。这一专心净土的传说，是宋僧传与传灯录所没有的，不知戒诸有什么根据。宋僧传只是说遗嘱令漏还松下，赐诸禽兽，令得饮血肉者发菩提心。戒诸的系念净土，显然是由此演绎而来的。然死了以血肉饲鸟兽，并不能证明与净土有关。牛头宗风如法融、智严以及后来的慧中、玄素都没有他力念佛求生净土的行迹，所以说法持念佛，或称之为念佛禅，是不了解当时禅风悟性传说所引起的虚谈。5. 智威宋僧传卷8大正50758中下传灯录卷4大正51258下259上所传相同。智威是牛头山附近的人，20岁665出家，属幽严寺，寺是牛头山的寺名，后来就从法持习禅法。晚年将护持法门的责任付嘱了弟子慧中，自己出山住在岩座寺。开元10年722去世，遗嘱也以遗体寺林中的鸟兽。6. 慧中继承智威而在牛头山弘化的是慧中，被称为牛头六祖。宋僧传卷19大正50834下835中传灯录卷4有传，大正51229上中事迹一致。慧中是神龙元年705，23岁出家的。后到牛头山参智威，智威一见就说山主来矣，为说顿悟无上法门。慧中在山40年，到天宝初年742应请出山住庄严寺，因而重修了庄严寺。大历4年769去世，年87岁。据传灯录，得法弟子萨4人，各化一方。传说中的牛头宗6代相承，但真有师承关系的，最早也只能从慧方传法持开始，从法持到智威才逐渐兴起。到了智威以下，出了牛头慧中、鹤龄玄素，而法门才大大的兴盛起来，成为与南宗、北宗并立的牛头宗。时代与合则神会相当，比南岳怀让、清源行思要迟20年，比道一、西迁却又早20年。牛头宗的形成，从史实的观点到信与法融，法融与智严，智严与慧方，都不可能有师承的关系，
那为什么要传说牛头六代呢？道信传法容是黄梅的传说，还是牛头山的传说？这一传说包含些什么意义呢？六代相承，尽管不完全真实，而牛头宗的一时兴盛却是事实。所以牛头六代相承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牛头六代相承有显著的区域色彩，不但传说中的六代都在牛头山弘化，而六代祖师也属于同一区域的人，如法容、慧方、玄素都是润州延陵人，为今江苏省丹阳县的延陵镇。法池、智威是润州的江宁人，慧忠是润州上元人，都是现在的江宁县。玄素的弟子径山法清是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慧忠的弟子佛窟仪则是金陵及江宁人。牛头六代及慧忠、玄素的大弟子都生于这一地区长江下流的南岸，称为江东与江左的地方。这里是南朝317-588-272年的中心地区，金陵是首都的所在地。这一地区的南朝佛教是都市的佛教，以兴福、造寺、造像、布施及义学、宣扬经论为主的。当时的义学及圣主要为四经、维摩、大品、法华、涅盘、三论、中、百、12门论，形成广义的南朝血统。那个时代禅会的修正不是没有，而是并不兴盛的。因为禅会修正是适宜于山林的，这不是十字街头好参禅之类的动听词句所能改变这一形势的。这一地区以南京当时名健康为中心来说，东北28里有舍山，又称栖霞山，南25里有牛头山、青山，在都市附近而远一些，正是修禅的好道场。如洛阳南的嵩山、长安南的终南山一样。还有句容县的茅山，比较远一些。禅就在这三处孕育而成长起来。在南朝都市佛教时代，辽东僧朗在齐建武494-497年间到江南来，住在舍山。高僧传卷8法度传大正50380下说，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立该谱，凡觉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经上梁武帝身见器重，敕诸义士授业于山。当时梁武帝派了10人上山去学，而修学有成就的仅只关僧权1人。僧朗与僧权都在山禅讲兼修，不出外弘化的。舍山的学风如《续僧传》卷7法朗传大正50477下说，出舍山僧权授业朗公，选旨所明，为存中观。自非心会悉理，何能弃此轻言？而顿机幽灵，禅位相得。及后四公朗、永、辩、不、往复3业资成，原出世不设言，及久乃为敷衍。
故权公命曰：此法精妙，使者能行，无使出防，者有开示。故今云：既我见者，莫说此经。深乐法者，不为多说。良由要定有义，不可图形。僧朗与僧权的时代约505-555，教禅并重，不到都市去，显出了山林佛教的特色。僧权门下有4大弟子：心皇法朗、禅众慧勇、常干僧辩、栖霞慧部。朗、勇、辩3位在僧权去世后，都出山而重于义学的宣扬，促成了陈代3论宗的兴盛。但禅味相得的舍山精神不免冲淡了。被称为得意部的慧部仍旧住在舍山，继承了僧权的门风。慧部不反对向外宣扬经论，而自己却摄心奉律，威仪无殿，常乐坐禅，远离喧嚣。是不讲说，护持卫物。他曾一再到北方去，见到了二祖可禅师、思禅师，那时还在北方，就是南岳慧思，还有与慧思齐名的慧命的师长鸟禅师，互相论道，受到了可思鸟师的尊重。如《续僧传》卷7慧部传大正50480下48以上说：莫有北业，更设未闻。与可禅师所赞通明见，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常造思禅师语论大义，连彻日夜，不觉实习，理智迷密，言事不止。思以铁如意答案曰：万里空矣，无此智者。座中1000余人，同声叹悦。又与鸟禅师论义，即命公之师也。连绵往还，3日不绝。鸟只知叹其慧悟遐迩，而悲生功行，不显其美。这是般若师将与禅宗、天台宗先辈的接触。慧可是能加印心的禅，慧思是般若与法华并重推重龙树论的禅者，与重般若3论的慧部谈论，连彻日夜，有浓厚的清谈玄学风格，原有相互契合处，而不是相互拒斥的。江东般若学与人家学的关涉，慧部是第一人，不能说谁从谁学。后来慧部邀宝公禅师在舍山成立禅院，竭尽练众，将表所推，这可见3论宗本不是单纯的义学。心皇法朗虽将3论宗引入义学义流，但还是重于慧悟得义的。继承心皇法习的是茅山或作包山或误作荆州茅山大明法师，对苏州永定寺小明法师说：名师的传记不详，略见于《续僧传》卷13、慧浩传卷14、慧能传等。关于当时附主的情形，如卷15法敏传大正50538下说：名即姓黄之遗属也。民居此席，不宜8载。口无谈术，身无妄设，众目痴迷。受附主后，即日辞朗，领门人入茅山，终身不出，常弘此论。故心皇之宗，
或举山门之志者是也。明法师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他终身住在茅山，茅山成为舍山精神的继承者。茅山就是牛头出祖法融出家修学的道场，法融是由此而到牛头山的，慧方将法门付主法持后，又由牛头回到茅山。牛头宗的形成是继承了茅山的禅风。兴盛了200多年的江东佛教终于受了挫折，那就是陈代的父王588。这里不再是政治中心，经济当然也衰退了，而只是大中国的一个区域。起初，炀帝那时还是晋王，出镇扬州，天台宗受到护持而盛极一时。天台宗的中心在浙东，天台的教官并重，也引发了禅官的重视。但不久，隋又解体，617而统一于大唐。江东有名的大法师，如嘉祥吉藏、慧日智具、庄严慧音、慈恩一包，连舍山的宝公禅师都被隋唐的帝王征召到长安，这里的义学急剧地衰落下来。尤其是武德7年624，江东的5000僧众被政府限令每周仅留1寺，每寺限30僧。江东的都市佛教急剧的衰落，这才在固有的般若、融合、维摩、法华、涅槃血统上渐形成重禅的佛教。从法融到慧中，都是在山中修行，领导修学，到晚年才出山来南京弘化，表现了重心在山林的特色。般若南宗根源于舍山，经茅山而移到牛头山。法融从茅山来，有弘护佛教的热忱，精通4经3论，又通世间学问，不以文思的义学为满足，而求禅心的自证。生活恬淡，慈悲柔忍，能驯服毒蛇猛兽，慈悲柔忍成为牛头的特色。如智严的为病人服役，法持与智威的以遗体饲鸟兽，智威、慧中、法融弟子僧院，智严弟子善福，都有驯服猛虎的传说。法融为江东佛教树立了新的典型，牛头禅风对江东佛教留下了伟大的感召力。宋僧传卷8说，融纯一龟熊，东夏之达摩于大正50757中，可见后人是怎样的尊仰了。法融的弟子僧院本从长乐寺聪法师学3论，后亦将宁荣禅师求学心法，摄念坐禅，众摩斯服，大正5073以上。谭璀也在国通代经以后，师事法融，会稽中山，断其陋习，养金刚定，去大能位。那一空灵，多历年所，大正50757中。法融的弟子多在通达经教的基础上，转向禅心的自证。智严是在舒州公山，从宝月禅师出家修学的。传法宝记说，世僧灿智开皇初，与同学定禅师隐居公山。山西路有宝月禅师，居之已久，实为神僧。闻灿智旨，具月岩岭相见，心若愁袭。
月宫即言禅师之师也。宝月禅师早在公山西路，不一定属于达摩禅系。宝林传才说宝月是慧可弟子。宝月与僧璨相往来，神会语录及历代法宝记都这样说。那么长期追随宝月禅师的智言，也就必然的有机会接近僧璨了。言禅师的禅学可以略见大概。他曾对列者说：无本无生，安能必死？大正506-02中，曾从法流水四臂法师听四经三论，从大明法师弟子法敏周流经教，颇设忧求，从道性学入道方便的善福来亲近智言。智言是以无生观，大正506-03上，智言应该是重于无生观的禅者。还有曾在法敏门下25年，被誉为众吕千僧解玄第一的慧明，也来咨请禅法，而且是译经10年。亲近智言10年的慧明，诵思义经依经作业。思义经与楞伽经禅师们是作为同一性质的，不立接见。道宣曾亲见慧明，与其言论无的未先，大正506-06下。从这些来推论，智言的禅法与当时融也了法华、涅盘的般若学，还有思义。大明的弟子慧浩也讲楞伽经是非常接近的。顺便说到法聪，这是僧院善福所亲近的法师，释基如续僧传卷25法聪传大正506-64下说，法聪姓陈，住苏州长乐寺，往金陵舍山栖霞寺，观顾全十僧众亲言，一见发心，思从解法。时遇善友，依言度脱，遂诵大品，不久便通。又往会稽听一因慧敏法师讲的自于心，荡然无泪。法聪的自于心，荡然无泪，宗进录卷99也有序录，大正48950下。法聪是大明的再传，学风与法融相近，而死后师诸鸟兽也与后来的法师智威相同。法融与智言时代有关的师资相承，列表如下：法敏法聪僧院，大明法融善福，宝月智言慧明，僧璨道信。如上所述，牛头山中心的般若南宗与楞伽南宗有过多次的接触，会不与会可，智言与僧璨，善福与道信。楞伽既到道信而融合了文殊、般若，江东般若系也一再与达摩下的禅师有接触，自称南宗的两大系统，在长期的发展中，无疑的会逐渐融合起来。牛头山的禅法有南宗般若的悠久传统，禅师们有显著的区域色彩。面对东山法门的兴盛，而有牛头六祖说道信印证法融的传说。这虽没有古代的铭文可证，但了解当时佛教的情势，牛头禅形成的真实意义，就会充分地理解出来。弘忍在平茂山法门大起
根基不泽，24年652、675的弘化，被誉为自东夏禅降传化，乃墨之过，传法宝纪，形成当时的禅学中心。自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记名重基，相承五光，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名。一代艺人的副主说，相承五光在弘忍晚年成为定论，这是东山门下所痛说的。弘忍入灭，弟子们分化各方。690年，天寿年，神秀在玉泉渡门兰若开法。长安元年701，应召入京，被尊为两京法主、三地门师。景隆2年708，玄泽又奉诏入京。从690到720，30年间，为以神秀为中心，禅法盛行中原，东山法门为朝野公认禅法正宗的时代，还没有进入南北抗争阶段。在这一时代，牛头山法持卒于长安2年702，智威卒于开元10年722，慧中也在山，约706入牛头，10多年了。200多年来成为南朝佛教中心的江东，面对东山宗的盛行中原，形成正统，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于是推牛头山法融为初祖，网罗前辈的著名禅将，成立牛头五祖说。约在智威晚年，慧中已在山的时代，715请。智威晚年，这一传说五代说已经形成，所以智威对玄素说，东南正法，逮捕心行，命于别位，开导来学。智威传慧中，慧中是当然的牛头六祖了。牛头6代也是一代艺人的副主说，是模仿东山法门的，否则何必将传承不明的禅师列成5代、6代呢？牛头6代说的成立，是对抗东山法门，弘忍门下的是江东、南朝正统与北方正宗对立的。不过，东山法门是全国性的，牛头山是地方性的。时代已进入大统一，有显著区域色彩的对立，是不能长久维持的。牛头宗以法融为初祖，可以看作东夏之达摩，但在禅法重传承、重印证的要求下，达摩禅盛行，几乎非达摩禅就不足以弘通的情况下，牛头山产生了道信印证法融的传说，如李华约760传论周鹤龄四顾径山大师碑名，全唐文卷320说，初达摩祖师传法3世，至信大师。信大师门人达者曰荣大师，居牛头山的自然智慧。信大师就而正之，且曰七佛教界诸三昧门，与有差别，亦无差别。群生根器，各个不同，唯最上乘，摄而归一。凉风既至，百十皆成。汝能总持，无益随喜。由是无上觉路，分为此宗。这应该是牛头宗方面的传说。法融的自然智慧，并不是从道信的悟的，道信就而正之，是道信到牛头山来，
而不是法融到黄梅去，这都是维持了牛头禅独立的尊严。既经过道性的印证，也就有了师资的意义。但这是无上觉路，分为此宗是一分为二，与弘忍的东山宗分庭抗礼。相信这是牛头山传说的原始意义。太和3年829，牛头山为法融建新塔，刘禹锡作记。虽还是一分为二，而多少有了变化，如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全唐文卷606说，达摩东来中华，华人奉之为第一祖。又三传至双峰信公，双峰广其道而其之，亦为东山宗，能、秀、记其后也。亦为牛头宗，岩、石、威、鹤林、径山其后也。贞观中，双峰过江，望牛头，顿息曰：此山有道气，已有得之者。乃东果与融大师相遇，性和神气，至于无言，同机智的密腹真印，接力将佐。这还是一分为二，法融本来就是得道者，但密腹真印又多少有所传授。牛头山仰推道性，而想保持江东禅的独立性，与东山法门对立，实在是不容易的。牛头的传说虽强调法融的独立性，但承认道性的传承，就显得法融的本来没有彻底了。后来曹溪门下顺着牛头宗的传说而加上几句，牛头禅就成为达摩禅系的旁支。在大一统的时代，终于为曹溪禅所消融了。第三节牛头法融的禅学，有关法融的作品。牛头禅仰推法融为初祖，法融的禅学代表了牛头禅的早期形态。法融是宣讲经论，兼有著作的禅者。道宣曾览其旨要，聊一观之都容，容实思容，思言是矣。大正50605中，道宣虽赞誉他的融通，却没有明说是什么作品。道佛枯遗则才即融祖师文3卷，大正50768下，那已经是8世纪末了。永明延寿904-975，得法及弘法于台州、天台山、明州、雪窦山、杭州、灵隐寺、永明寺，这是牛头宗当年的化区，所以在他的宗径录、万善同归集等一再引用了法融的著作与言论。参照日森9世纪从温州、台州、明州、越州取去的书目，注明牛头的主要有《觉观论》、《信心明》、《净明经思记》、《华严经思记》、《法华经明相》。《觉观论》宗密780-841。圆觉经大书钞卷11上说，牛头融大师有觉观论，序14453，延寿宗径录卷97引牛头融大师觉观论，大正4894以上中。觉观论为牛头法融所作，是当时的一致传说。唐贞元21年805，日森来唐取回的传教大师越州录中就有觉观论一卷。到近代，觉观论在敦煌发现了
除北京国立图书馆本石井光雄藏本外，伯希和所得的就有3本，编号为2074273228885。国立图书馆本内题观刑法为有缘无名上士集。铃木大拙解说为观刑法无名上士集，认为无名是神会弟子洛阳无名，推论为属于神会系统。后来见2732号本末题达摩和尚觉观论，而此论与斯坦因5619号敦煌本达摩和尚无心论为姐妹作，因而推论为从达摩到慧能时代的禅要。然觉观论发端说，夫大道冲虚幽寂，不可以心会，不可以言宣，今者贾利2人共谈。贾利师资2人，弟子为圆门，老师是入理，全书为问答题材。在107番问答后这样说：不知先生向来问答，名谁贺法？汝欲流通于世，即问假名，请若收宗，故言觉观论也。觉观论是论名。假设师弟2人圆门与入理的问答，所以也有题作入理圆门或圆门论的。2732号本卷首作，入理圆门一卷，粗释门头圆门起觉，注释答与入理除疑，是名觉观论。粗释门头圆门起觉，注释答与入理除疑，这是圆门与入理的解说。国立图书馆本的为有缘无名上士集，应该是入理与圆门的右翼解说，以有缘解说圆门，无名解说入理。圆门与入理假设为师资2人，有缘与无名，也就称为上士了。末世有缘2字，而以无名为洛阳无名，是不妥当的。禅者的作品传出而没有标明作者名字，在达摩禅的盛行中，有些就被加上达摩和尚、达摩大师字样，如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达摩大师破相论、达摩大师信心明等，这都不能据达摩字样而推定为达摩禅法的。关口真大达摩大师之研究，证明了宗镜录的荣大师说与觉观论中的11个问答相合。祖堂集952牛头法融传也有6项问答与觉观论相合99102，所以觉观论是法融所作，是无可怀疑的。宗镜录卷97引觉观论，而为敦煌本觉观论所没有，那只是觉观论在流传中的变化，有不同的本子罢了。信心明与心明传灯录卷30有三祖僧璨大师信心明、牛头山出祖法融禅师心明2篇，大正51457上、458上。信心明传说三祖僧璨所作百丈广录，百丈为749、814，以明白说道。僧璨的事迹不明，直到历代法宝记与宝林传都还没有说僧璨造信心明。后代100丈传说都以为是僧璨所做的。
宗敬录延寿依当时当地的传说，新名也是称为信心名，而是看作法融所造的。如说，融大师信心名云：欲的心静，无心用功，大正48496中。融大师信心名云：心兴了知，见往转迷。寂寂无见，暗示不疑。心心无望，寂寂寥，灯录作明亮。宝应真宗，灯录作万象长真，森罗一香，大正48637上。信心名云：前际如空，知处息，灯录作迷宗。分明照镜，随照明蒙。一心有志，万灯录作诸法不通。去来自耳，不用灯录作胡假推穷，大正48444中。信心名云：纵横无照，最为微妙。知法无知，无知之要，大正48463上。明说是信心名，或融大师信心名，而实是心名。当然，延寿引用信心名，而却是信心名的也有6则。现存的心名与信心名可说是姐妹篇，思想相近，所说的问题相近，类似的句子也不少。信心名要精炼些。依延寿江东所传，信心名有不同的2本，即经心名与信心名，但都是牛头法融做的。这可能心名是初传本，信心名是后人精制本。以信心名为三祖僧璨所作，只是江西方面洪州宗的传说。宗敬录引用了净明经思记5则，华严经思记4则，法华名相1则。牛头儿讲经的似乎只是法融，后来者都偏重于禅，所以注明牛头的不是法融著作，就是学者所记而传下来的。觉观论、信心名等代表了牛头禅、法融的早期思想。牛头禅的根本思想，觉观论及无心论，心名及信心名所代表的牛头禅学，与达摩禅系的东山系原是明显相对立的。法融卒于永徽3年652，比道信持1年。达摩禅从2入4行的安心及传说的安心法门，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以来，一贯以安心方便著名。而道信从念佛心是佛树立了即心是佛，心尽成佛，更显出人家佛与心，后人说佛与心为宗的特色。对于这牛头禅采取了独特的立场，如觉观论第一问答说：问曰：云何明心？云何安心？答曰：汝不须立心，亦不须强安，可谓安矣。至此开宗明义，便显出了牛头与东山的显著对立。牛头禅独到的立场是从觉观论的不同传本比较去着手。延寿宗敬录卷97大正48941上说：牛头融大师觉观论问云：何者是心？答：
答：六根所观，并悉是心。问：心若未？答：心既灭。问：何者为体？答：心为体。问：何者为宗？答：心为宗。问：何者为本？答：心为本。问：若为是定慧双游？云：心性既灭未定，常解既灭未慧。问：何者是智？云：静起解是智。何者是静？云：自身心性未尽。问：何者是疏？云：照用未疏。何者未卷？云：寂灭无来去未卷。疏则迷有法界，卷则定，一是宗字机难寻。问：何者是法界？云：边表不可得，名为法界。宗径录所引的觉观论文顿黄本是没有的，但这绝非另一部论，而只是在长期流传中有了变化而成不同的本子。如上所引的，可称之为甲本。此外，延寿就引用了意义相关的不同本子，乙本与丙本。顿黄出土或作达摩大师觉观论的，又是一本，可称为丁本。经比对后三本如下：乙注心腹，三丙注心腹，三丁顿黄本觉观论序11147序11150觉观论云何谓？宗径录77大23问曰：云何谓道本宗？答：心为宗。云正48842中云何谓法用？答曰：虚空何谓本？答：心为本。容大师问云：三界谓道本，森罗谓法用也。云何谓体？云何四身？以何谓道本？以为用。答：虚空谓法体，何谓法用？答：虚空谓森罗谓法用，道本森罗谓法用。这四种本子，甲为一类，乙为一类，丙与丁为一类。丙本与丁本，但名道本与法用。乙本却说为法体与法用。丙本与丁本，但名本与用。乙本却分为二类，宗与本，体与用，而说以心为宗，心为本。甲本作心为体，心为宗，心为本。从道本、法本而心本是演变的过程。坛经说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体、宗、本三者并举是坛经的特色。甲本举三者而以一心来统摄，显然是参考了坛经与即心是佛的思想相融合。从法融的思想来看，是以道为本的丙本与丁本更近于牛头就有的思想。空为道本，无心合道，可作为牛头禅的标志，代表法融的禅学。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一最重要的术语，为各家所共用。而老庄的形而上学更以道为本体，阐述现象界的原理与人类应遵循的自然律。佛法传到中国来，
意为中国文字，原是不能避免中国文字像道，尽管含义不完全相合，那一类名词的佛法而意为道的有二：一、菩提，原意为觉，古意为道，所以称菩提场为道场，成菩提位，成道，发菩提心位，发道心，无上菩提位，无上道等。二、末加，这是道路的道，修行的方法与历程，如八正道、方便道、易行道、见道、物理阶段、修道、修行阶段、无学道、究竟圆成阶段等。古代又称比丘位，道士，那时道徒是称为方士的，比丘自称为贫道、僧俗位、道俗等。为了避免与老庄的道混淆不分，鸠摩罗什以一菩提位觉，但也有顺古而意为道的菩提流支、真谛等意语才更严格。在大乘法法性空、法本净的圣义中，菩提道也被形容为寂灭、不二、不生不灭，与老庄的道更接近些。所以在中国佛法中，大道、至道、入道这一类名词始终流传着，特别是江东、清潭玄学盛行的地方。佛法道为静而盛行，主要为法本性空寂的大乘般若学。般若空义的阐扬，是与以无为道本的玄学相互呼应的。慧远及罗什门下如僧照作、悟部迁论等，每引用老庄以说明佛法，有利于佛法的阐明，但也种下了佛道混淆的种子。般若是观慧的实践，是指从自身的现实出发，离执而悟入空性的，成菩萨行以去入佛道的。空，从因缘所生法，即无自性去解入。缘有、幻有，即性空，也可说即是而真，但没有说以性空为本源，从性空而生万有的。这与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尽书往演传，从无而生成万化，从万化本源的道无去阐明一切形而上的玄学，是并不相同的。传为僧照所作《涅槃无明论》，不从修正契入的立场说明涅槃的有余与无余，而从涅槃自身去说明有余与无余，多少有了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南朝佛教的发展中，玄学或多或少地影响佛教，特别是在家佛学者。三论宗还大致保持了佛法以因缘为大宗的立场，天台宗的性具说多一层从上而下的玄学色彩。上文的陈述只是想说明一点，觉观论以大道冲虚幽寂开端立虚空为道本，牛头禅与南朝玄学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虚空为道本，玄学化的牛头禅的形成，也是多种因缘所成的。以易学盛行的南朝，即使受到玄学的多少影响，而总还能保持佛法的特质。从成王588到贞观17年643，法融成立禅室，易学的渐衰已有半个世纪了。易学不明，佛法容易与世间学说相混杂。
二、南朝佛教有反唯心的传统，如真谛在岭南译出大量的唯心论书，却不能在南朝流通，如《续僧传》卷1居那罗陀传大正50430中说：杨冕硕望，恐夺石龙，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名无成为实，言乖智术，有弊国风。不利诸华，可留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闻有藏陈氏。贬义无成为实的杨兜硕望是当时的显学三论宗。般若三论是心净、诚、平等，一切如幻，一切性空的，与有心无尽说不同。加详作百论书，才会通无成为实。天台宗教人关心，但在教学上是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心色平等论。达摩禅系以安心为方便说即心是佛，法容立虚空为道本，不虚立心，亦不强安的禅门，明显地延续了南方反唯心的传统。三、续僧传卷20附编法融传大正50603下604中说：年19，翰林文典探索将近。丹阳牛头山佛窟寺有7藏经画，一佛经，二道书，三佛经史，四俗经史，五依例图符。内外巡阅，不懈昏晓，因循8年，超越粗鄙。法融遍读内外典籍，是一位精研般若而又传摄道书的学者。多读道书，也就不觉得深受其影响了。虚空为道本，这里的虚空是性空、空性、空寂、寂灭的别名。如经说，如来法身毕竟寂寞，犹如虚空。道原是玄学的主题，是不落于名言心思的。凡言说所及的、心思所及的一切相对，佛法中称为二法，都不等于道。道是超越一切而不可思议的。玄学说道以无为本，在佛法应该说虚空为道本。法融引玄学的道于佛法中，以道为佛法根本，弃物绝证的内容。法融从道来看一切，从众生来说，如宗镜录卷9大正48463中说：牛头出祖云，夫道者，若一人得之，道即不变；若众人得之，道即有穷；若个个有之，道即有数；若总共有之，方便即空；若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本自有之，万行虚设。何以故？离一切限量分别故。道是离一切限量、离一切分别的，所以不能说为一人所得，为大家所分得，不能说各得一分，也不能说各得全体。从众生成佛说，不是心虚的，也不是本有的，因为这些都是限量分别边事。道本、本体、本源，只是空寂，是不二。宗镜录引文出觉观论1617问答。从道来说无情，那就是无情有佛性，无情成佛，
了，如《晋明经思记》大正48552中说，体变虚空，同于法界，畜生、椅子，有情、无情，皆是佛子。觉观论说，33于是圆门复其问曰：道者独在于行气，亦本作灵之中耶？亦在草木之中耶？入理曰：道魔所不变也。34问曰：道若变者，何故杀人有罪，杀草木无罪？答曰：夫言罪不罪者，皆是就情曰是，非正道也。但为罪人不达道，妄立我身，煞即有心，心结于业，即云罪也。草木无情，本来何道？理无我故，煞者不计，即不论罪与非罪。凡夫无我何道者，是行如草木，被着如应缺于自灵。故文殊直见于瞿昙，央觉持刀于世事，此皆何道？同证无生，了知幻化虚妄，故即不论罪与非罪。35问曰：若草木久来何道？经中何故不记草木成佛，偏记人也？答曰：非独记人，草木亦记。经云：于意为成具含一切法。又云：一切法皆如也，一切众生亦如也。如无二无差别也。道魔所不变，道是没有有情无情差别的，也没有有罪与无罪的差别。曰凡夫情事，所以说有罪业，有生死。这里面有不少语病，如凡夫不合道，而草木无情久来合道。有些人还不得受记，而草木却受记，这未免人而不如草木了。道变无情，无情成佛，是牛头禅的特色，这正是酝酿成熟于南朝血统中的问题。三论宗嘉祥集藏548-622传大乘玄论在卷3佛性章中大正4540中下说，里外既无众生，亦无佛性。不但众生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此是对里外无佛性，以便里内有佛性也。若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得成佛，故经云：一切法皆如也。集藏的同门居正传四论玄义在卷8中明里内草木有佛性，也与集藏所说相合。问者说众生无佛性，草木有佛性，习来未曾闻，这大概是新黄朗以来的新说。天台至矣，没有明文。但湛然711-782指观辅行传弘诀卷1之2 1至矣，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而约实一名无情有佛性，这一思想后来为中国佛教台、咸、禅、密所通用。这可见牛头禅的无情有性，无情成佛，无情说法是继承三论与天台的陈说，为大道不二的结论。然在曹溪门下是不赞同这一见解的，如慧能弟子神会答牛头山原禅师问，神会集139说：岂将青青翠竹同功德法身，郁郁黄花等般若之智？若言青竹黄花同法身般若，如来于何经中为青竹黄花受菩提记？
若将青竹黄花同法身般若者，此即是外道说。何以故？谓涅盘经语，无佛性者，所谓原作谓无情物事。南岳门下道一，俗称马祖，弟子慧海，大正51247下说，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吃笋，应总吃法身也。如此之言，宁堪耻录。道一大弟子百丈所说，见于《古尊宿语录》卷1序11886，如说：无情有佛性，知是无其情系，故名无情。不同木石、太虚、黄花、翠竹之无情，将谓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经中不见草木受记而得成佛者？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是原初三论宗牛头禅的成语。传为僧照说，祖堂集15归宗章，道生说，祖庭誓愿卷5，都不过远推古人而已。牛头禅的这一见地，为曹溪下的神会淮海、慧海所反对。唯一例外的是传说为慧能弟子的南阳会中约676、775。传灯录卷28所载，南阳会中国师语主张无情有佛性，无情说法，大正51438上。会中是越州诸暨人，今浙江诸暨县，也许深受江东佛法的熏陶而不自觉吧。后来拈起无情说法，公案而误入的洞山良价，也是浙江会稽人。区域文化的熏染，却是很有关系的。东山宗说，佛与心为宗，即心是佛，是从有情自身出发，以心性为本，立场是人生论的。牛头宗说，道本泛从一切本源说，是宇宙论的。东山与牛头的对立，在这些上极为明白。道本虚空，是不可以言全，不可以心思的。这样的大道，要怎样才能悟入呢？宗密称之为泯绝无记，体道的法要是本无事而忘情。如《师资承习图》序110436说，牛头宗义者，体诸法如梦，本来无事，心尽本寂，非经时空。迷之为有，即见荣枯贵贱等事。事机既有，相为相顺，故生爱物等情，情生则诸苦所系。梦作梦受，何损何益？有此能了之智，亦如梦心，乃至设有一法过于涅槃，亦如梦如幻。既达本来无事，理宜丧己忘情。情忘即绝苦因，方度一切苦厄，此以忘情为修也。禅圆诸全集都序卷上之一，大正48402下，圆觉经大书抄卷3之下，序14279，都有牛头宗义，可以参考。宗密说，容禅师者，道性高简，神慧聪丽。先因多年穷究般若之教，以悟诸法本空，迷情忘执。这是很正确的。世间出世间法，一切都如幻如梦，本性空寂，是般若经所说的。
本来空寂，迷执了就有这有那，这如幻梦镜像一样，般若经有时语。如净明经思记说，如入夜梦种种所见，彼至觉时，总无一物。经义耳，虚妄梦中言有万法，若悟其性，毕竟无一物可得。大正48564下。这样的本来无一物，要怎样才能与道契合呢？宗密说，牛头宗以丧我忘情为修法容是以无心用功为方便，也就是无心合道的，如宗静录卷45大正4868义中说。荣大师云：镜像本无心，说镜像无心，从无心中说无心。人说应是眼字有心，说人无心，从有心中说无心。有心中说无心是末观，无心中说无心是本观。众生既有身心，说镜像破身心。众生着镜像，说毕竟空破镜像。若知镜像毕竟空，即身心毕竟空。假名毕竟空，亦无毕竟空。若身心本无，佛道亦本无，一切法亦本无，本无亦本无。若知本无亦假名，假名佛道。佛道非天生，亦不从地出，执一作，但是空心性，照世间如日。这是无心的好解说。这一段是依制度论，以易解空，遇难解空而来的。无心而达一切法本无，就是合道，所以觉观论说无心即无物，无物即天真，天真即大道。第五问答。道菩提，但是空心性，照世间如日，如日照晴空一般，毕竟空寂中无为不显，所以心明说一切莫故，安心无处，无处安心，虚名自漏。一切法差别相，只是心有所得。不但世间法，就是出世法，如有一毫相可得，存法作解，还是生死业。大正48564下。所以初学者做禅摄心、修观、从道来说，都是有所得的，不能与道相契合的。心明就这样的标义，无智无的，无修无证，说心性不生，何须知见？本无一法，谁论训练？假使要合道，那就是无心，可说是无方法的方法。如说分明照镜，随照明蒙，观不得。将心守静，犹未离病，摄心不得。菩提道本有，不须用求。烦恼本无，不须用除，不用求，不用除。灵知自照，万法归如。无归无受，觉观忘守。觉观忘守，才能合道，所以入道的要门是一切莫故，安心无处，无处安心，虚名自漏。欲的静心，无心用功，纵横无照，最为微妙。知法无知，无知之要。但是法空心，照世间如日，是悟证的境地。古人做方便的说明，就是以无心之妙慧，弃无相之虚宗。般若无知，实相无相。
定慧不二，般若方便不二。心明以为在灵芝妙智中，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无相愿，朗夜盘成。心心无妄，寂寂明亮，万象常真，森罗异香。森罗异香就是觉观论的森罗为法用，这是在无二寂灭中契入不思议无碍境界。心明只是说三世诸佛皆成此宗，此宗毫末杀戒含容。信心明对此说得更明显些，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言促，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妄觉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虚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必？无住，无者，无欲，魔所执，无所得，无分别，这些都是佛法所常说的，小乘经也不例外。佛法说应修的正，第一义不可安立，无修无正，无圣无凡，而世俗谛，缘起如幻，唯心者一心安立中，一切都是成立的。所以佛法方便是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第一义皆因言说，依言说的无言说，依分别入无分别，由观慧而达尽智并明，由心尽而达不能心不所尽。这样才能理会闻思修在佛法中的必要意义。牛头禅的无心合道，无心用功，是从道体来说的，以为道是超越于心物，非心境相对所能契合的，不能发现分别观察的必要意义，不能以分别观察为善巧方便，但见心识分别的执障，于是无心合道，无心用功，发展出一种无方便的方便。其实这是受了庄子影响的。庄子说，玄珠遇道体，知识与能力所不能的，却为妄相所得。玄学化的牛头禅，以丧我忘情为修。由此而来的，如觉观论第45问答说，高卧放任，不作一个物，名为行道；不见一个物，名为见道；不知一个物，名为修道；不行一个物，名为行道。发展所成的南岳、清源下的中国禅宗与印度禅是不同的。印度禅即使是达摩禅，还是以安心为方便，定慧为方便。印度禅蜕变为中国禅宗中华禅，胡适以为是神会。其实不但不是神会，也不是慧能。中华禅的根源，中华禅的建立者是牛头，应该说是东夏之达摩法融。第4章东山法门之红布。第1节东山宗分头红布。双峰山道性所致的入道安心要方便，世界与禅合一，人家与般若合一，念佛与成佛合一。弘忍继承道性而光大了法门，被称为东山法门。学者的根基不一，所以到了弘忍弟子手里，
东山法门分化为不同的宗派，从各宗不同的禅风，理解其内在的关联与演变，才能正确窥见东山法门的禅海汪洋。东山门下众多，能形成宗派而现在可以考见的，有慧能的南宗、神秀的北宗、至身下的净众宗、传承不明的宣实宗、四宗。慧能的摩诃般若波罗蜜与无相解，被后世推为正统的慧能，当然是东山门下重要的一流。先说慧能与同门老安的关系，慧能生前多少为岭南僻远的环境所限，在中原一带还不能引起太大的影响。慧能同门中有被称为老安的，倒不失为慧能的平生知己，如《宋僧传》卷18慧安传大正50823中下传灯录卷4大正5123一下。宋丹传嵩山会善四顾大得道安禅师碑名全唐文卷396，虽所说小有出入，而却是同一人，人家师资记也是称为会善四道安的。道安或惠安生于开皇元年581，年寿极长，约近130岁。《宋僧传》说贞观中至齐州理忍大师，但贞观年间是道信时代，做弘忍的弟子是不能早于永徽2年651的。那时道安已70多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安了。麟德元年664，由终南山，永淳2年683到华台，住在赤灶的昭提寺。九世元年700，老安年120岁，老安与神秀同应则天地的征召入京。碑铭说禅师顺退避位，推美于玉泉大通也。老安辞退出来，住在嵩山的惠善寺。神秀去世706，老安曾去玉泉寺。那年9月，又应中宗的礼请入京，受皇家供养3年。景隆3年709，悲坐2年，在惠善寺去世。老安比慧能长57岁，但彼此却有特殊的关切。一慧能弟子南岳怀让，起初与坦然到嵩山参礼老安。《宋僧传》卷9说，安启发之，因入曹后西晋能功，大正5076以上。传灯录卷4说，坦然言下之规，更不他事。怀让机缘不斗，辞往曹溪，大正5123以下。怀让的参礼曹溪，是受到老安的启发与指导的。2据嵩山惠善寺顾大德净藏禅师生塔名，说净藏在惠安门下10几年。惠安世纪时，较净藏到韶阳，从慧能问道，全唐文卷997。上来2则，是老安介绍弟子去从慧能修学。3老安对坦然与怀让的开示，如传灯录卷4大正5123以下说，问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老安曰：何不问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师曰：当观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
师以木开合示之。老安以木开合为密作用，正是曹溪门下所传的性在作用。在这一传说中，发现了老安与慧能间的共同。四宝堂无住禅师起初从老安的在俗弟子陈楚章受法。据历代法宝记，陈楚章与六祖弟子、道次山明和尚、太原府自在和尚、洛阳神会和尚，都是说顿教法，大正51186上没有什么不同。五座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的李慧光法名大照说，前世安舍离，后世慧和尚皆以清晨口诀密受教旨，大正8512788上。老安与神会的顿悟也没有说到不同。上来三则是老安门下与慧能门下的契合。六，照曹溪慧能入京玉札全唐文卷17说，正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己之暇，每究一成。二师并推让于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依法。道安禅师碑说，道安必为推美神秀而辞退出来。神秀死后，道安却又应召入京，受国家供养。道安不只是谦让，又推举慧能。也许与神秀的见地不合，举慧能以自代吧。神秀的推举慧能，大抵是随缘附和而已。在弘忍的弟子中，慧能都没有什么往来，而老安却推举慧能，介绍弟子同属于顿法，关系是非常的亲切。在论慧能的传禅方面，代表慧能禅的有《坛经》一卷。《坛经》是否为慧能所说，近代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据我的论证，如下第6章说，《坛经》的主体部分，也就是《坛经》之所以被称为《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主要为慧能所说的。大梵寺说法不是弟子间的应机问答，而是开法或称开元的记录。开法是公开的，不择根基的传授。东山门下的开法传禅，都继承道信的遗风，戒禅合一。坛经的这一部分正是这样，如大正48337上说，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原作受无相解。门人法海集记流行后代，说此坛经。大梵寺说法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与受无相戒合一的。这一部分现有的各种坛经本子，在次第上、文句上虽有些出入，然分析其组成部分是大致相同的。一、坛经顿黄本的次第主要为善知识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善知识，总须自体与受无相戒，一时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生佛。
今既皈依自三身佛矣，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既发四弘誓愿气，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今既忏悔矣，与善知识受无相三皈依戒。今既自皈依三宝，总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无相戒部分内容为见自性佛、自性度众生等，自性忏、皈依自性三宝，一一从众生自性去开示，所以名为无相戒。别本还有传五分法身香，这都显然为菩萨戒与自性般若融合了的戒法。禅法部分方法是定慧为本，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更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见本性不乱为禅，以明禅法的深意。首先就揭示了2点，如大正48337上338中说，善知识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愿闻先圣教者各须静心。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是人本自有之。慧能以身作则，自静心神良久，然后开示要大家静心，以静心来领受般若法门。为什么要静心？因为大正48340中下，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不得自悟。因何闻法即不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慧能不重宗教仪式，不重看心、看境等禅法，却重视德性的清净。正是胜负之心，与道违背，自若魔正心，暗行不见道，常见在己过，与道即相当。想见性成佛道，一定要3业清净，成为法器。不起谄曲心、胜负心、颠倒心、骄狂心、嫉妒心、人我心、离12业、8邪道，这才有领受般若法门、起悟入道的分儿。将深彻的悟入安立在平常的德行上，宛然是释迦时代的佛教面目。说到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不是口念而要心行的，所以说此法须行，不在口念，迷人口念，智者心行，莫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大正48339下340上所说心行，只是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大正48340中，慧能从自性开示无相戒，也从自性开示自性智慧。基于这一立场，批评了先定后会、先会后定、定会个别的定会说直言坐不动，除念不起心的一行3类说看心、看境、不动不起的坐禅说，而一一表示法门的正义。先圣传来的法门正宗是怎样的呢？坛经大正48338下说，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说，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经念后念，念念相续，念念始终，于一切法上无住。
指人类当前的念念相续，心就是本性，于一切法上本来就是不住着的，这叫无住为本。可惜人类迷却本性，念念住着系缚了。这当前的一念，到念念相续，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只要能于自念上离境，不于境上念生，那么信其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这是反迷起悟的关要，所以说无念为宗。这样的念念不住不染，于一切相而离相，显得性体清净，所以说无相为体。这三者是相关的法门安立，从顿悟见性来说，无念为此宗宗要，所以大正48340下说，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无念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辨一切处不着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基于平常的静心，把握当前的一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从直节切要来说，这却是直节切要极了。神秀的五方便，以神秀为中心的北宗，以方便著名，盛行于今洛一带。兹分别的加以叙述。一、北宗禅师与有关作品，弘忍门下在中原行化的不在少数，而神秀一系最为盛大，曾一度被推为六祖。后因慧能禅系的发展，才相对的被称为北宗。祖堂集以神秀、惠安、道明等为北宗，是广义的说法。狭义的专指神秀及与神秀有关的一系。现在以神秀为主，而复及法如、玄泽二人。弘忍门下而开法传禅于中原的，首推潞州法如。据《法如形状经时续编卷6及传法宝记》说，法如上党人，今山西省长治县，属潞州，19岁，656出家，本为三论宗学者岳州法敏的弟子，清不明的弟子。约在660年来黄梅参礼弘忍，直到弘忍去世，始终共事经16载，660、675，为弘忍门下优秀的青年禅者。垂拱2年，686，开始在嵩山少林寺开法，学众日广，千里享会，为东山法门北系的最初开展。法如有可能继承东山的法统，可惜永昌元年689就去世了，年仅52岁。法如门下还不能延续东山法统，所以法如临终，以主要大家以后当往荆州玉泉秀禅师下资笔，神秀也就兄终弟及一样起来开法了。荆州神秀的传记有章说，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231，传法宝记，人家师资记，大正851-290上下，宋僧传卷8，神秀传，
大正50755下756中传灯录卷4大正5123一中等。神秀，或作道秀，是陈留卫士，今河南省卫士县人，13岁，618出家，满20岁，21岁，626在东都天宫寺受戒。神秀曾游问江表、老庄选旨、书义大义、三圣经论、四分律义、说通训诂，因参无尽，是一位深通世出世学的学者。约50岁，或作46岁那年，到黄梅来参礼弘忍。服勤6年，被誉为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弘忍要复法，神秀替辞而去，退葬于密。神秀离开黄梅，应在龙朔元年661。龙朔元年以来，神秀后随迁谪，前为白衣，又在荆州天居40所余年，行踪不大明了。仪凤中676、678，神秀住当阳玉泉寺。等到法如去世，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那时689、700，神秀住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县玉泉寺东的杜门兰若，杜门成为当时中原禅法的重镇。大足元年701，则天帝下诏征召神秀入京，则天执弟子礼遇极为隆重。神龙2年706去世，是位大通禅师，年101岁。神秀在京落时，为2经法主、3地门师。去世后的哀荣一时无两。神秀的4大弟子是义福658、736，普济651、739，景贤660、723，惠福。降魔藏也是一位有力的法将。安州玄泽是为弘忍造塔的大弟子。玄泽是弘忍晚年弟子，咸亨元年670才来东山，首尾5年。弘忍去世后，玄泽住安州，今湖北安陆县寿山寺。神秀于神龙2年去世，玄泽就在景龙2年708应中宗的征召入京，便于东都广开禅法。据弟子净觉楞家师资记所说，来往参进10有余年，大抵720顷，还在2经开法。玄泽作楞家人法志，以为神秀与玄泽都是亲受弘忍附主的，表示自己与神秀同一地位，未附于神秀的一系。有关北宗的作品，主要是神秀的5方便。过去仅凭宗密、圆觉经大书抄卷3之一所引述的方便通经，略知5方便的大概。近代敦煌本出土，于北宗才有更多的了解。有关5方便的有一大乘无生方便门，斯坦因0735号；2大乘5方便北宗，伯希和2058号；3无题，伯希和2270号，与上本相同而有所增补；4无题，莫复，赞禅门师，斯坦因2503号。这些本子中，大乘无生方便门、大正851273中1278上虽缺少第5门，但比较完整。
此外，敦煌本有传为神秀所作的《观心论》一卷，另有《大乘北宗论》一卷。据《楞伽师资记》说，神秀不出文记，所以这都不是神秀所作，而是弟子所记述或补充的，或是弟子们所撰的。二、静心的方便离念门、五方便门，到底是不同的五类方便，还是先后相承的四谛方便？传法宝记曾这样说：即忍如大空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速念佛名，令静心。法如与大空神秀的开法传禅，是以念佛名，令静心为方便的。这样的方便，在五方便中，就是第一总章佛体门，也名离念门的方便，正是《坛经》所说的看心、看境的禅法，所以这是北宗禅的主要部分。北宗的开法方便也是戒禅合一的。一、大乘无生方便门，先受菩萨戒，次传禅法。受戒的内容为：各个贵合掌，当教令发四弘誓愿，次请十方诸佛为和尚等，次请三世诸佛菩萨等，次教授三归，次问五能，次各称己名，忏悔罪。汝等忏悔尽，三业清净，如镜琉璃，内外明彻，堪受境界。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撇起，即为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三说，受菩萨戒的方便次第极为分明。受戒了，接着传授禅法，如大乘无生方便门说：次各领结跏趺坐。问：缘物坐，同佛子。心湛然不动，是眉眼净。佛子，诸佛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静心，顿超佛的。和尚即目，一时念佛。和尚言：一切相总不得取，所以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看心若净，明净心地。莫卷缩身心，舒展身心，放旷远看，平等尽虚空看。和尚问言：见何物？佛子云：一物不见。和尚看镜，细细看，即用净心眼，无边无涯际远看。和言问：此三字眼无障碍看。和尚问：见何物？答：一物不见。和尚向前远看，向后远看，四维上下一时平等看，尽虚空看，常用净心眼看，莫间断亦不现多少看。使得者，然一事能自身心调，用无障碍。这是当时传禅的实录。和是和尚，是禅法的传授者。子是佛子，指灵坛授法的大众。传授采问答方式，一面教导，一面用功，一面问，一面答。先教大家结跏趺坐，也就是坐禅的行仪。和尚先标举主题，心湛然不动是什么？
自己答是静。这一静字是北宗禅的要诀，所以接着说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静心顿超佛的。原则的说，北宗是直视静心顿成佛道的。主题宣示赢了，和尚把法幕一拍，大家一起念佛。念什么佛虽不明了，而北宗的传禅方便是先念佛名，而后令静心，是确实无疑的。来参加传授禅法的法会，只是为了成佛。念佛虽是口里称名，却是引向佛道。所以念佛停止下来，要坐禅了。佛是觉意识心体离念，也就是湛然不动的静心，所以成佛要从静心去下手用功。据北宗原意，不是要你取着一个静心，所以先引《金刚经》说一切相都不得取，一切相不取不着，就是静心了。看就是观，用静心眼看上下前后四方，尽虚空看。依北宗的意见，我们的身心是卷缩的，就是局限在小圈子里，所以用尽一切看的方便，从身心透出，直观无边际，无障碍。这如三无题说。问袁枚为什么学此方便？答欲得成佛。问将是没成佛？答将静心体成佛。是没是静心？静心体犹如明镜，从无始以来，虽现万象，不曾染着。今日欲得识此静心体，所以学此方便。问是没是静心体？答觉性是静心体。彼来不觉，故心使我；今日觉悟，故觉使心。所以使一边看，向前向后，上下十方，静闹明暗，行住坐卧俱看。故知觉即是主，心是使。所以学此使心方便，透看十方界，乃至无染即是菩提路。做了一回，也就是看了一回。和尚就问，见个什么？来学的就说，一物不见。若有物可看，那就着香了。这样的一再问答，一物不见，尽虚空观而没有什么可得的，就是离念的静心，就是佛。所以和尚又接着开导说，和尚言三点是何？佛子云是佛。是没是佛？佛心清净，理有理无，身心不起，常守真心。是没是真如？心不起，心真如。色不起，色真如。心真如故心解脱，色真如故色解脱。心色俱离，即无一物是大菩提树。佛是西国梵语，此的往翻名为觉。所言觉意，为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魔所不变，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于此法身，说明本觉。觉心初起，心无出相，远离为相念，了见心性，性常住故，名就净觉。尽虚空看而一物不可得，就是看尽。
离念就是静心，静心就是佛。所以和尚又问三点是什么？三点或作三六十为的误写误读。三点读为一，代表大般涅槃究竟圆满的佛。古人、现代的日本人，佛字美写作佛，也就是从而来。佛心清净，离有离无，也就是一切不可得。所以看心、看境是离念门。离念就是身心不起，身心不起就是真如，就是解脱，所以无一物是大菩提树。对于佛的开示指引，大乘起信论的决议，也就是心体离念。引文而一一的给予解说，古人称之为通经。北宗的解通经论是自成一格的，禅师们的通经是本着那个事实，如离念心体即佛，做不同的解说，与经师们不同。离念静心所显的佛，解说为问是没是报身佛，知六根本不动，觉性顿圆，光明遍照，是报身佛，是没是法身佛。身心离念是法身体，为因中修戒定慧，破得身中无明重叠后障，成就智慧大光明，是法身佛，是没是化身佛。由心离念，净成清净，知见无碍，圆应十方，是化身佛。体用分明，离念明体，见闻觉知是用。记而常用，用而常记，即用即记，离相明记，记照照记，记照者因性起相，照记者摄相归性。书则迷沦于法界，卷则总在于毛端。吐纳分明，神用自在。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静心，顿超佛的，以静心为目标，以离念为方便的北宗禅，在这离念门中已始终圆满了。这就是法如神秀所传禅法的根本。玄泽弟子净觉也特提静心未成佛要者，如说迷十三界有，悟即十方空。欲知成佛处，会是静心中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离念门所开示，以看境观一切物不可得为主，以看境的方便来摄心，以看境的方便来发慧。普济所传的明心入定，住心看境，不外乎这一方便静修的前后阶段。等到真的一切不可得，到达离念境地，就是静心呈现。离念门不是看心，看心为东山门中另一系。如神秀细而要说看心、观心，那就是静心呈现守本真心，而使之更深彻、更明净而已。静心不外体用二字，即记即照。普济所传的起心外照，摄心内正，也就是记照者因性起相，照记者摄相归性的意义。上来是北宗的传授方式，学者在平时当然不用问答，只是先念一回佛，然后摄心看境。初学到静虚空看，也还有次第方便。静心显现，
就是正入法身境界。人家师资记中传弘忍大正85128下说，大师云：有一口污，闷中总是粪秽草土，是何物？又云：扫除却粪秽草土并当尽，一物亦无，是何物？尔坐时，平面端身正坐，宽放身心，净空即远看一字，自有次第。若出心人攀缘多，且向心中看一字。正后坐时，状若旷野泽中，家巷，处独一高山，山上路的坐。四顾远看，无有边畔。坐时满世界宽放身心，住佛境界。清净法身无有边畔，其状亦如是。三、五方便门，五门是第一总章，原作章，佛体，亦名离念门。第二开智慧门，亦名不动门。第三显不思议门。第四明诸法正性门。第五了无异门，或作自然无碍解脱道。每一门以修正中的某一特定内容为主，引经论为证。如第一门以观一切物不可得为方便，显尽心的离念心体，引大乘起信论。这样，第二名开智慧，引法华经。第三显不思议法，引维摩诘经的不思议品。第四名诸法正性，引思议经。第五了无异门，引华严经。现存的各本都不只说明每一特定内容，而用作解通经论的方便，所以被称为方便通经。第二门的内容最广，法华经以外也引用了维摩诘经、金刚经、华严经，还引大般涅盘经的文不文。离念门上面已说过了，开智慧门、不动门的意义，如大乘无生方便门说，和尚打目问言，闻声不答，闻不动。此不动是从定发慧方便，是开慧门，闻是慧。此方便非但能发慧，亦能正定，是开智门，即的智是名开智慧门。若不得此方便正定，即落邪定，贪者禅位，堕二圣涅盘。以原作以得此方便正定即的圆寂，是大涅盘。智用是知，慧用是见，是名开佛之见。知见即是菩提。问是没是不动？答心意不动，是定，是智，是理。二等五根不动，是色，是事，是慧。是名开智慧门，与入开智慧门境。在开示了离念心体的方便后，和尚又做进一步的开示，把法幕一拍，问大家听得声音吗？听到的，但是不动。这不动是从定发慧的方便，也是的正定而不落邪定的方便，这就是开慧门、开智门。一般人有声音就闻，没有声音就不闻，声音现前就闻，声音过去落谢了就不闻，这是凡夫。小乘能从闻发慧，不知道闻性是常住的，所以灭60而证入空寂涅盘，不能开佛之见。
大乘是菩萨开的慧门，闻是慧，于耳根边正的闻慧，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都如此，本来不动，有声无声，落谢常闻。常顺不动修行，以得此方便，正定即是圆寂，是大涅槃。这是以悟入六根的本来不动，耳等见闻觉知性常在为方便，开发智慧。涅槃是体，记忆；菩提是用，觉意；智慧是体，知见是用。所以知六根不动，就能心体离念中，见闻觉知，智慧朗照。在五门中，离念门以外，不动门还有方便引导的意义。离念门的离念心体是得体，不动门的知见常明才是的用。到此，体用具足，后三门只是悟证的深入而已。无题三有总序五门的，经引列如下。问：缘没学此方便？答：欲得成佛。问：将是没成佛？答：将尽心体成佛。觉性是尽心体。学此使心方便，透看十方界，乃至无染即是菩提路，出门。问：不动是没不动？答：闻声不动。不动是开，开是没。开智慧，由开智慧故的身心不动。由六根不起故，一切法不取舍，二门。由一切法不取舍故，口不议，心不思。由不思不议故，一切法如平等，须弥芥子平等，大海毛孔平等，长短自他平等，三门。由一切法平等故，现一切法正性。于正性中，无心无意无实。无心故无动念，无意原作动念，故无思维，无实故无分别，四门。无动念是大定，无思维是大智，无分别是大慧。大定是法身佛，大智是报身佛，大慧是化身佛。三法同体，一切法无异，成佛不成佛无异。清净无障碍，觉觉相应，毕竟不间断，永无染着，是无碍解脱道，五门。从入道安心要方便来看，可知五方便是神秀从道性的安心方便而脱化出来的。入道安心要方便的杂录部分，引至敏禅师集无量寿经，总举五事，一者知心体，体性清净，体与佛同；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痕迹，万法皆如。这与离念门及不动门的次第一致。而主体部分末了说，于一尘中具无量世界，无量世界即一毛端，于其本实如故，不相妨碍。华严经云：有一经卷在围城中，见3000大千世界事，实为三，显不思议法，五了无一门所本。四楞严经及显首宗，从五方便的次第内容来理解神秀所传与楞严经及显首宗的关系。楞严经全名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一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全经共10卷。这部经一向来历不明，智深所传
开元释教录，开元18年730旨，以《楞严经》为罗浮山南楼寺怀迪所译的。怀迪在广府从一位不知名的梵僧得到这部经的范本。怀迪曾来长安参与大宝积经的一场705-713，他回去才在广州译出这部经，大正5557一下。这样《楞严经》的翻译是713年以后的事了。但智深在同时撰述的《续古今译经图记》以为《楞严经》是藩次密帝在神龙元年705月于广州智止寺译出，并说乌长国沙门弥迦释迦译语菩萨界弟子前正见译大夫痛中书门下平章世清和房容比寿怀迪是正译者，大正5537一下372上。智深的二说不同，但总是开元18年730前智深已经见到的。而且开元释教录与续古今译经图记都说是广州译出的，有因南史经流至此。宋僧传卷2极量及藩次密帝传所说与续古今译经图记相合，而在卷6的惟阙传大正50738中下却这样说：惟阙受旧厢房宫容宅寝，未犯之前，宅中出经韩愈，相古在南海之南泉，欲其翻经，公亲笔受手楞严经一部，留家供养。一说楞严经出世杜门寺神秀禅师在内时的本，后因管陶沙门会证于杜门寺传出，却欲知者书解之。智深在开元18年前已见到楞严经10卷，但此经的传通还在半秘密状态中。在这一传说中看出了楞严经与禅者神秀有关。这部经的真伪，古代议论纷纷。晚唐以来，佛教是禅宗天下，这部经也受到尊重，不再听说有异议了。现在想要说明的楞严经所代表的禅门与神秀一切禅宗的共同性。楞严经的内容先是7处真心，求心不可得。真心也就是观心、看心。平常的心识作用只是生死根本、虚妄不实的攀缘心，然后从见性去发明浮尘根不能见闻觉知，见闻觉知的是自己的真性心。见闻觉知者，见性是常住的，不生灭不增减的，就是如来藏性。以下更进而阐明一一无非如来藏性。求妄心了不可得，然后从见性去发明悟入。在一般的6大上加见大，而立为7大，是楞严经的特殊法门。从楞严经去观察5方便，初步的方法不同。楞严经以真心、看心为方便，神秀以看尽一切物不可得为方便。但进一步却都是以见性不动为方便去悟入的。东山门下有看心的，有看尽的。然其念佛名，令静心，
或看境，或看心，为弘忍以来最一般的禅门下手方便，却没有提到静心下的不动。所以五方便中不动门的成立，为神秀禅北宗的特色，而这与楞严所传的禅门有关。严密的勘辨起来，初步的看心、看境方便是不同的。然进一步的方便，从见性常住不动去悟入楞严，与北宗却是共同的。再进一步说，坛经的念是真如之体，真如是念之用，也还是一样，只是渐入楞严，北宗的离妄的真，顿入即妄而真的差别而已。坛经不用看心，也不用看境，直接的从见闻觉知与默动静中去悟入。人的本性是念念不断的，念念不住的。念是本性真如所起的用，只要于字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就是见性成佛。性其念，虽即见闻觉知而常自在，所以也不用不动不起。坛经说，若见真不动，动上有不动；若不动不动，无情无佛种。大正48344上。坛经直下把握当前的一念，活泼泼的不染万境而常自在。将看心、看境、不动都超脱了，这才是曹溪禅的顿门直指，即用见性。传说东山门下的老安也以密作用来开示学人，传登录卷4。这一禅法早在黄梅生密的传授了。传说楞严经在广州制止寺一出，而传授坛经的有特重南方宗旨倾向的智道，也正是广州人。这绝不是说楞严经由此产生，而是说直从见闻觉知性去悟入的法门，出由不知名的梵僧传来广州，这是原始的通俗的如来藏说，与达摩的楞伽禅相通。一方面经黄梅而传入中原，传授于黄梅门下；一方面经怀迪或房荣的整治而传到长安。而这一禅法在广州一带还在不断的流传。再说五方便与显首宗的关系。五周则天对禅师的尊礼，主要是东山门下神秀是最受推重的一位。神秀大族元年701入京，到神龙2年706去世。在长安时，神秀是一位年近100岁的老禅师。华严宗的确立完成者是显首法藏。从正圣元年695到圣历2年699，法藏参与了80华严经的译场。译毕就开讲新译的华严经。神秀入京时，法藏也在京中，年约60岁左右。就这样，神秀与法藏有接触与互相影响的可能。显首宗立五教：小、始、中、顿、圆。与天台宗所立的4教藏、通、别、圆是大体相近的，但多立一顿教。顿教虽说依楞伽、思义等经而立，而实受当时的顿悟成佛禅
也就是神秀等所传东山法门的影响。先手法藏传华严由心法界记立五门，又有题为杜顺说的华严五教止观也立五门。五门为五教止观由心法界记，法有我无门，法是我非门，生即无生门，缘生无性门，是理圆融门，是理混融门，语观双觉门，严净理显门，华严三昧门，法界无碍门。杜顺是贞观14年640入灭的。华严五教止观中说，如我现见佛受祭祀门楼，佛受祭祀是则天所造的，杜顺以后40多年，又引为十宗的三净、独引、代直等，所以华严五教止观不可能是杜顺说的。这二部大体一致，应该是法藏的初稿与制定本，绝非二人所作的别部。神秀的五方便也称为门，离念门与不动门有方便引导的意义，后三门只是误入的历程。不思议门与是理圆融门相应，明正性门引思义经及达摩的解说是新一世纪灭的境地，与语观双觉门一致了。无义门自然无碍解脱道，引华严经与华严三昧门相合。北宗禅的一般方便是离念门、不动门，到神秀才有五方便门的安立。而五方便中的后三门次第与内容恰与五教止观的后三门相合。神秀安立的禅门说他受到杜顺所传的发展成的五教观门的影响，该是不会错的吧。禅宗与显首宗的契合，奠定了教禅一致的基础。敬重的三句用心。东山门下分化于现今四川省方面的不在少数，其中敬重寺一派极为重要。敬重是继承弘忍下资州今四川资中县北智深的法脉。智深曾受则天的礼请入京，在资州德纯寺前后30多年，约670、702。长安2年702，以94岁的高龄去世。弟子处记，俗姓唐，人称唐和尚，在德纯寺继承智深的法脉20多年。开元20年732去世。继承人为吴襄，俗姓金，新罗人，人称金和尚，移居成都的净众寺，成净众一派。吴襄在净众寺开法传禅的情形，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上说，金和尚每年12月正月，与寺众百千万人受缘，严设道场，处高座说法。先教引声念佛，静一气，念觉声停。念气云：无意无念，莫忘。无意是界，无念是定，莫忘是慧。此三句语，即是总持门。净众寺的开元及开法据圆觉经大书钞卷3，知道与当时的开戒一样。这是集合大众而进行传授与短期的学习。所以12月正月不是2次，
而是从12月到正月。开元的情形是，先修方等忏法17或27，与戒法部分相合，然后传授禅法。传授分3：一念佛，教大家引声念佛，也就是静一口气而念，念完多少口气才停止下来。2开示，总不离，无意无念莫忘3句。3坐禅，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8说。受法了，便令言下习念坐禅。至于远方来者，或尼众俗人之类，久住不得，亦须17、27坐禅，然后随缘分散。吾相所传的禅法，先引声念佛，然后习念，无意无念莫忘坐禅。这一禅法方便与其念佛令静心的方便明显的有一致的迹象。而无意无念莫忘3句为敬重禅的心调，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中说，我此3句语是达摩祖师本传教法，不言是生和尚、唐和尚所说。我达摩祖师所传，此3句语是总持门。念不起是戒门，念不起是定门，念不起是慧门，无念即戒定慧具足。过去未来现在恒沙诸佛，皆从此门入。若更有别门，无有是处。吾相今和尚继承了至深处寂的禅门，而心调3句语却自以为直从达摩祖师传来。这3句语归结为一句无念，无念就是戒定慧具足。这与坛经及神会所传的禅法不是有一致的情形吗？坛经的法门是般若，就是无念法，而在方便上也安立为3句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大正48338下。如与无意无念莫忘相对此，那么无念不消说是无念了。莫忘与无相相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称为无相。无益于过去而不顾恋，不益者，那就是无住。坛经大正48340上又说，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益，原作意，无者，莫起，原作去，狂，原作谁妄。无念，无益，无者，莫起狂妄，不就是无益无念莫忘吗？坛经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是有传承的，而悟此法者不是别的，即是无念，无益，无者，莫起狂妄。这是达摩、道信、弘忍以来的禅门心调。吾相到中国来，是开元16年726，不久就进入四川。吾相在今落实神会所传的禅法还没有流行，吾相可能见到了坛经古本，而更可能是从东山门下不知名的禅者受的这一禅法。这与慧能所传的是同源而别流的禅法。宣实的传香念佛，东山门下的宣实宗
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9说，即南山念佛门禅宗也。其先义五祖下分出，法名宣实。果州卫和尚、郎州运玉、相无限尼一尘皆弘之。余部的知秉承师资招募，法名宣实的意义不明。如是人名，就不会用作宗派的名称。禅门宗派或从地方的名，如洪州宗、牛头宗等，或从寺院的名，如菏泽宗、净众宗、宝堂宗等。这一派在宗密的时代已不能确知传承法系，只知道从五祖下分出而已。弘传这一宗的有果州今四川苍溪县、郎州今四川郎中县、相如县。宗密在《禅门师资承袭图》中也说到，果郎宣实，这是弘化于嘉陵江上流的禅门。宣实宗的传授禅法，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9说，其初极重礼忏等仪式，如今和尚门下欲受法时，以传香为师资之信。和尚首付弟子，却受和尚，和尚却受弟子。如是3遍，人皆如此。正受法时，先说法门道理修行意趣，然后令一字念佛，初引声由念，后渐渐没低声为声，乃至无声，诵佛至意，意念由粗，又诵至心，念念存想，有佛恒在心中，乃至无想和尽得道。宣实的传授与净众一样，也是集众传授而做短期的修习。受法时先要传香，是这一系的特色。传香与受菩萨戒有关，如晋王杨帝魏帝以前的封爵，从智者受菩萨戒时，大正50566上中说，今奉请为菩萨戒师，便传香在手，而剪下垂泪，即于内地公传戒香，受欲于法。传授时，先开示法门道理，然后教授禅法。以念佛为方便，先念一字佛，就是只念一个佛字。先引长声念，渐渐的低声念，再渐渐的微声念，声音轻到只有自己听到。再不用出声音念，而是一想在念佛。一想还是粗的，更为细的是心念。心应指肉团心中，通俗是以此为心理作用根源的意识源头，存想有佛在心中。这还是有想的，更为细到想念不起，心佛不二，即心即佛，那就是得到开悟了。这是念佛静心的又一方便。念一字佛，从文殊说般若经的念一佛名而来，始终以念佛为方便，到达离念得道与入道安心要方便的主体部分，显得分外的亲切。第2节东山门下的种种香。南宗、北宗、净众宗、宣实宗的开法，一般的传禅方便，已如上所说。再从不同方面论究各宗的特色、内在关联与演化。戒与禅。
各宗开法的戒禅并举，当然是上乘道性的法门。净重与宣实的开法，都采取当时的传戒仪式，但以方等忏法代替了受菩萨戒。方等忏法的内容包含了礼佛、皈依、发愿、忏悔等部分，宣实还保持了受戒的传香，但到底多少变了。北宗是戒禅合一的，直说菩萨戒，以佛性为戒，而接着说一念净心，顿超佛的。这正如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大正241003下1004上说，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识、色心、事情事心皆入佛性中。众中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南宗的坛经受无相戒，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而引菩萨戒经云：戒缘物作我，本源自性清净，以证明实心见性，自成佛道。戒禅的合一比北宗更明彻些。神秀弟子普济也戒禅并重。他在临终时教诲门人，如李邕天宝元年742历大照禅师碑铭全唐文卷262说：施波罗蜜是汝大师，奢摩他门是汝一指。当真说实语，自证前通，不然为解脱之因，无取为涅槃之慧。神会是慧能弟子，他的开法记录如敦煌本南洋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姓坛语，此下简称坛语。神会集225-227说，知是即一一能来，个个发无上菩提心。一一自发菩提心，谓之是忏悔，个个礼佛，个个至心忏悔，令之是三业清净。神会在洛阳每月做坛场，就是每月一次的定期开法传禅，内容有发菩提心、礼佛、忏悔等。发菩提心是菩萨戒的根本，这可见慧能与神秀弟子还都是戒禅合一。但到8世纪下半世纪到西迁无著，都只专题见本性未禅了。金刚经与起信论，达摩以楞伽经印心而所传的2入4行，含有维摩与般若经义。道信以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及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融合而致力，入道安心要方便。在东山法门的红传中，又见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大乘起信论所替代。或者说达摩以4卷楞伽印心慧能代以金刚经，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现存的坛经却曾说到大正48340上中，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集的见性。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坛经却呼劝人持金刚经，在慧能自述得法因缘中，也一再提到金刚经，如大正48337上338上说，
见一刻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迷遍悟。弘忍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五祖业至三根，唤慧能入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然坛经所说的主要部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正是道性以来所承用的文书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并非金刚般若。如坛经大正48340上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接着对这4句似乎是成语加以解说。坛经是弘扬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弟子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97，却改为金刚般若波罗蜜最尊最胜最第一，无生无灭无去来，一切诸佛从中出。神会这一部分本名顿悟最上乘论，极力赞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广引金刚般若经、圣天王般若经、小品般若经，而一切归于金刚经，并发愿弘扬神会集297-311。神会极力赞扬金刚般若经，改摩诃般若为金刚般若，在神会语录中自达摩到慧能，都是依金刚经说如来之见而传法的。这可见专题金刚般若经的不是慧能，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因此似乎不妨说坛经有关金刚经部分是神会及其弟子所增附的。其实禅者以金刚般若经代替文殊说般若经，并不是神会个人，而是禅宗佛教界的共同趋向。以禅宗来说，代表神秀的大乘无生方便门，在开示离念门时，首先说一切相总不得取成以所自以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念门的看尽一切不可得，也是依于金刚经的无相。开智慧门是以法华经开示悟入佛知之见为主的，但在法华经外又举大广佛华严经、金刚经为智慧经，以金刚经为般若经的代表，原是北宗所共同的。又如弘忍的再传玄泽子净觉启神龙元年705，在怀州太行山著金刚般若礼经一卷，后开元15年727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流通法界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序。这都是神会到中原弘法以前，北宗已重视金刚经的证据。特别是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之飞跃序所说，秀禅师、道安禅师、泽禅师，此三大师同一师学，具忍之弟子也。其大德30余年居山学道，早闻正法，独得记诸一国利人，皆由般若波罗蜜而得道也。30余年居山学道的大德是弘忍，
从弘忍由般若波罗蜜而得道，说到净觉，著金刚般若礼敬，著心经。弘忍的般若波罗蜜是被看作金刚般若经及心经的。这样，坛经说弘忍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集的见性，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原则地说，一切般若部经典意趣是终归一致的。金刚经阐明无相的最上乘说，又不断的效量功德，赞叹读诵受持功德，篇幅不多，是一部适于持诵流通的般若经，非其他大部的或专明深义的可比。自鸠摩罗什一出以来，早就传颂于佛教界了。金刚经在江南的广大流行，与开善智藏有关。据《续僧传》卷5，智藏传，智藏因受持金刚经而得延寿的感应。道宣大正50466中说，于是将左道俗尽诵此经，多有真应，乃至于今日有光大，感通屡捷。智藏卒于普通3年522，29岁时持金刚经，延寿为486年。以圣蛮持玉的智藏持诵宣讲金刚经，从此而江南盛行，到道宣作僧传时，贞观年间流行的更为普遍。天台智以、嘉祥吉藏、牛头法融都有金刚经的书著。在北方，从菩提流支508请来中国以来，不断地译出金刚经论，受到译学者的重视。禅者重视金刚经，而可考的有武德元年618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仁寿寺的普明，如《续僧传》卷20大正500598下说，普明日常自立戒本1遍，般若金刚20遍，写金刚般若1000余部，请他转5000余遍。金刚经的流行越来越盛，特别是玄宗开元23年735欲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照颁天下，普令宣讲。神会在那时候也就适应时机，专题金刚般若经了。玄宗为金刚经作注，足见金刚经流行的深入人心，或从北宗禅者重视金刚经而来。从佛教界的普遍流传，南宗与北宗都重视金刚经来说，弘忍在东山652、675，慧能在岭南667、713，劝道俗持金刚经，并非不可能的。金刚经终于代表了一切般若经文书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内，为禅者所重，不只是与最上乘无相法门相契合，更由于长短适中，广赞受持功德，易于受持。神会推重金刚经，甚至说6代传灯都是依说金刚经见性，那就不免过分夸张了。道性融合了楞伽经与文殊说般若经，然东山门下的北宗多少偏重于楞伽，如楞伽师资记大正851-289下说，蒙弘忍谓是楞伽一语，此经为心正了之，非文殊能解。
我弘忍与神秀论人家经，玄理通快。玄则作人家人法志，净觉作人家师资记，都是以人家为心要的，大通非明，也说神秀持奉人家，地位心要。然值得注意的，如神秀五方便、大乘无生方便门、广引圣典，竟没有引用人家。原来东山门下人家经已见为大乘起信论所替代了。大乘无生方便门的主要方便离念门标，诸佛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静心顿超佛的，而以起信论的所言决议者为心体离念。心常住故，名就净觉，以总章佛体的离念静心。北宗的登史传法宝继续首引起信论云：一切法从本以来，故名真如。即正发心者，未尽心地，名为法身。在这起信论文后，再引人家经说，人家师资记序也先引起信论的真如门，人家经的五法法句经，然后叙述自己对禅悟的见地。法如神秀、玄则门下自称人家正统的，都这样的以起信论为先要。宗镜录卷97大正48940上说，弘忍大师语：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门。东山法门重视起信论的心真如门，神秀才引用心生灭门的本觉离念心体。这一情形，南宗下的神会引经当然重在般若维摩涅槃，但也以起信论以证明无念为宗。如坛语神会集240-247说，马明云：若有众生观无念者，则为佛智。故今所说般若波罗蜜，从生灭门遁入真如门。神秀立离念门，慧能说无念为宗，这都与起信论有关。如论大正32576上中说，若离于念，名为得入。若有众生观无念者，则谓向佛智。离念与无念在起信论原意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神秀与慧能的禅门不同，不如说神秀依生灭门，从始觉而向究竟；慧能依生灭门的心体本净，直入心真如门。总之，人家经为起信论所带，摩诃般若经为金刚般若经所带，是神秀与慧能时代的共同趋势。后来楞严经盛行，人家经再也没有人注意了。如以为慧能、神会以金刚经代替了人家经，那是根本错误的。一行三昧与禅。关于一行三昧，文殊说般若经只是说随佛方所端身正相。梁僧迦婆罗所译的文殊师利问经杂问品，有念佛先念色身后念法身的无生忍的修法，如经大正14507上说，于90日修无我相，端坐正念，不杂思维，除时及经行大小便时，悉不得起。
天台智已综合了文殊说文殊问两般若，以一行三昧为常作的三昧。道信住在与智以弟子智凯有关的庐山大林40年，对常作的一行三昧是受到影响的。道信重一行三昧，也重于作，如传法宝记说，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作，作为根本，能作3、5年的一口实在机窗，即闭门作。莫读经，莫供人语，能如此者，久久堪用。如猕猴取栗子中肉吃，作盐曲，此人难有。曾从道信修学的荆州玄爽，也是常作不卧的，如《续僧传》卷20附编大正50600上说，往其周信禅师所，复开请道，即发忧为。后返本乡，唯存摄念，常作不卧，系念在前。一行三昧的真实内容，道信当然是知道的，但教人的方便，多少重视了做是摄心的好方便。慧能也劝人一时端坐，门人熙然成风，那是可以想象的。终于以坐为禅，以为非坐不可。这种偏差，弘忍门下一定是极为盛行的。其实禅并不只是坐的，如智已说，摩诃止观举4种三昧，常坐的、常行的、半行半坐的、非行非坐的，其实是通于行坐及一切事的。可见三昧与禅绝不是非坐不可，大正4611上。而且大乘起信论说一行三昧并没有提到坐。一行三昧的实际意义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慧能大正48338中说，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直、圆坐、真心事。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迷人者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圆坐、真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若坐不动事，为摩诘不和呵舍利弗焰坐林中。直心起信论解说为正念真如法故，这正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的意义。可见坛经所说的一行三昧是符合经论深意的。坐与禅，禅与定，坛经都有解说，是否符合原意，当然可以讨论。但慧能重视东山法门所传的一行三昧与禅定的实际意义，而不着行仪，不专在事相上着力，在东山门下的确是独具之眼了。念佛静心与静心念摩诃般若。传法宝记说，自忍如大通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速念佛名，令静心。念佛静心却是东山门下最一般的禅法。上来已分别引述，北宗在坐禅前，和尚极目，一时念佛。净众宗先教人引声念佛静一口气。宣实宗被称为南山念佛宗，念一字佛，念念存想有佛恒在心中，乃至无想。这都是
念佛名，是道信所传，一行三昧的方便。宣实宗的从引申而为身，无身意念，心念到无想与入道安心要方便所说，从念佛心心相续到忆佛心切的泯然无相，可能更接近些。念一字佛，从经说的忆佛而来。引申念一字佛，是拉长声音念一个佛字，静一口气念。以念佛为方便而引入静心、神秀等发展为看静。静心原是泯然清净，即佛即心的误入。虽各宗的方便各有善巧不同，但都不出于念佛名令静心的方便。曹溪慧能却提出了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方便是着实不同的，难怪有人以为是慧能创新的中华禅了。然入道安心要方便，大正851-287中说，亦不念佛，亦不着心，亦不看心，亦不记心，亦不思维，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就近处心自明净。心怎么能得清净？不一定要念佛，要看心、看境。不用这些方便，直任运就能得静心，这不是近于直入的曹溪禅风吗？能加师资记入道安心要方便的成立，是比慧能红禅还早的，可见这是东山法门就有的。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说欲入一行三昧的方便有二，细心忆佛的念佛以外，还有大正873以上。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慧能教人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而说善知识虽念不解，慧能语说，个个听。迷人口念，智者心行。莫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大正48339下340上。慧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不正是经中所说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吗？慧能取念摩诃般若，而不取念佛，不但经有明文，而还是东山法门就有的不念佛、不看心的一流。慧能是学有秉承，而绝不是创新的。道信教人修念一佛的方便，并非称念佛名以求生净土的，如楞伽师资记大正851-287下说。信曰：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就近清净，即是净佛国土，更不须向西方。佛为顿根众生，令向西方，不为利根人说也。东山法门的念佛方便，不是他立的，坛经也有对往生西方净土的自立说。主要是佛这个名词代表了学法的目标。念佛是念念在心，深求佛的实意，也就是启悟自己的觉性，自成佛道的。慧能不取念佛方便，而直指自性般若，如大正48338中说。
菩提般若之智，是人本自有之。即愿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是道见性。般若、菩提原是一名而同体的，依菩提而名为佛，也就是依般若而名为佛。般若与佛也无二无别，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每一解为外在的十方三世佛，这不免要向外立佛，或有求加持、求摄受的他力倾向。东山法门的念佛是自立的，慧能更直探根本，将一切发愿、忏悔、皈依佛都直从自身去体见，从本有菩提般若中去悟得。如说到佛时，就大正48339上下说：三身在自法性，是人尽有，为迷不见，外密三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身佛。凡夫不解，从日至日，受三皈依戒。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魔所归。慧能重于自信佛，自皈依佛，见自法性三身佛，这是从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而来的。所以慧能取念般若，不取念佛，是一行三昧的又一方便，东山法门的又一流。方便的形式是不同的，而究竟终归一致。然慧能是直入的，为立根的，更与一行三昧相契合的。只是问一语就是通经。东山门下传有许多独特的风格，故以只是问一就是通经来说。传于720请的人家师资记传有只是问一的禅风，如记大正851-284下1285中说：求那跋陀罗，从师而学，勿不由师。凡教人智慧，未尝说此，就事而真。菩提达摩大师又只是问义，但只一物唤作何物？众物皆问之。回物唤名，便亦问之。对于学者，不为他说法，却只物而问，让他起疑，让他去反省自悟。据人家师资记，这是求那跋陀罗以来的一贯作风。神秀也应用这一方法，如记大正851-290下说：又云汝闻打终身，只在寺内有，十方世界亦有终身不？又云未见实见，见实见更见不？又见飞鸟过，问云是何物？又云汝向寥寥树头坐禅去时的不？又云汝直入壁中过的不？传法宝记，僧会可传说，随机化导，如响应声。处物指明，动谓智慧，故门人切有存录。会可的处物指明，应就是只是问义。就事而真，不是注入式的开示，而是启发式的使人契悟。不是专向内心去观察体会，而要从一切事上去领会。不是深玄的理论，而是当前的事物。这一禅风应与僧肇的思想有关，如肇论大正45151下153上说：
苟能弃神于极物，斯不远而可知矣。道远乎哉？处世而真。圣远乎哉？体之极神。这一作风至少会可以曾应用了，在未来的南宗中更善巧地应用起来。观心破相是禅者对经中所说的法门，用自己身心去解说，无论是否妥当，东山门下是这样的。禅者不从事学问，对经中所说的只能就自己修持的内容去解说。禅者大抵重视自己，不重法治事相，忠于一一消归自己。这一类解说与天台宗的观心事有关。天台的禅观是从北土来的，所以这可能是北的禅师的一般情况。在佛法中有表法，认为某一事相欲有深意，表示某种意义，这是印度传来的解经法。充分应用起来，那末佛说法而先放光、天雨四华，都表示某种意义。香、华，甚至食指、合掌、当胸、偏袒右肩，也解说为表示某种意义。天台智以因缘、教香、本机、观心四事来解说经文。观心事与表法相近，但是以自心的内容来解说的，这是禅师的特色。如法华经文句大正3、4、5下、8下说：王即是心，舍即五阴，心王造此舍。若悉舍空，空即涅盘成，王舍成。观色音无知如山，识音如林，三音如九。观灵即智性了因，智慧庄严也。就即具即原因，福德庄严也。山即法性正因，不动三法明密密藏，自住其中，亦用度人，助灵救山。眼是大海，色是滔波，爱此色故是为福。于中起不善觉是鳄鱼龙，其度害是南罗刹，其染爱是女鬼。起身口意是引弦自眉，介入。顿黄本，斯坦因2595号，观心论，慧灵，一切经音义，作神秀造。这与达摩大师破相论，或作达摩和尚观心破相论同本。这是神秀门下所传的，以为观心一法最为神要，只要观心就解脱成佛，不要修其他一切，所以以观心来解说经中的一切内容为三界六趣，三阿僧之无量勤苦乃成佛道，三具境界，六波罗蜜，引三斗六生乳糜方成佛道，修僧伽蓝，住形象，烧香，散华，燃长明灯，60行道，绕塔，持斋，礼拜，洗浴众僧，至心念佛。如作为表法，观心，为实不是一种解说，但强调观心，就到达了破坏事相，如论大正85127一下1272上说。住形象者，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所谓修诸觉行，仿原作仿像如来，其浅著写经同之作也。众生于痴钝根，不解如来真实之意，为将外火烧于世间沈檀熏露直爱之香者，希望福报，云何可得？
若如来令诸众生简洁增彩，复损草木以为散花，无有是处。方便通经的大乘无生方便门解说经文，也有同样的情形，如论大正85